我在酒吧跟一个绝美御姐拼酒，当晚就身不由己地睡在一张床上，结果醒来后她却轻蔑地看着我，扔给我几百块，说是她嫖的我。本以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，但我在大学班会那天竟发现，御姐竟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。为了报臭娘们的蔑视之仇，我成功获取了班长的职位，并加了她微信。上来我就问她有没有吃避孕药，结果半小时后穆千雪才回复道：“不要再说那晚的事，不然把你删掉。”即刻我就不敢再提了。第一次对于哪个女生来说都是最宝贵的，对方没有砍掉我的二弟，我觉得穆千雪已经算是很有理智的。过了一会，穆千雪思考了下回道：“我吃过了，先睡了，有事明天再说。”随后看着手机的穆千雪深吸了几口气，本以为今生再也不会见面了，没成想这人却成了她的门生。冥冥之中，那个身影出现在穆千雪的脑子里，是耳环在想我会不会嫌她比我大。在大多数男人看来，年龄终究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天堑。很久之后，当他醒过神来后，吓了一跳，自己怎么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他跟你是没有机会的，穆千雪，一切往前看，把之前的都忘掉吧。躺在寝室的我看到穆千雪的消息，顿时把心放了下来。我可不想刚上大学就当爹，毕业的时候娃跟着满地跑，这场景想想就太吓人了。上午9点，我在群里艾特了全部人员，让大家准备一下去2号楼领军训服。这个时候的2号楼人很多，大部分人都是新生来领军训服的。我在树荫下等待着同学到来，没一会就有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：“老班，我们来了。”我抬头就见白子纯微笑着走来，她后面跟着一群我们班的女生。我挥手打了下招呼，然后说：“我们抓紧过去排队吧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。”然后同学们就按照学号进行排队，而我则站在班级的最前面。由于我的颜值跟身高很亮眼，这让好多女生看得直流口水。站在我旁边的白子纯自然也看到了，她已经有了我的QQ跟微信，而其他女生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想到这里，白子纯开心的笑了。这时候也到了我们班领衣服，报一下身高体重就会得到相应尺码的衣服。我们班的同学领完后并没有着急离开，而是在一旁拆开了衣服试了一下，毕竟后面军训期间要穿好几天，自然是合身的更舒服一些。我套上之后发现大小正好，一旁的白子纯看着我说道：“老班，你穿上真是太帅了，军训服上身直接有种当兵的气质。”班里的其他女生也靠了过来，我看着他们桃花的眼神苦笑了声说：“你们都试好了吗？如果不合适我就去帮你们换一换。”同学们都说很合身，然后我说那就行，你们可以适当的买一些防晒的东西，毕竟9月份的太阳很毒的，别军训完后都成非洲人了。众人哄笑一堂就离开了，而我和几个室友先回了寝室放好衣服，然后到午饭的时候才去超市买东西，买好后才去餐厅吃饭，这也省得我们来回走路了。就在回去的路上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穆千雪发来的消息：“你现在立马来我办公室6610教室。”穆千雪并没有说叫我去要干什么，我问了勾穆教授有什么事吗？快点，5分钟内我必须得见到你。我见他没说，我也就没再问，或许应该有很重要的事，不然也不会说5分钟内要见到我。跟室友说了一声，我就跑去了他办公室。跑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我气喘吁吁，我轻轻地敲了敲门，一道熟悉的声音说：“进来吧。”进去后发现办公室并不大，而且办公室里只有穆千雪一个人。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，下身黑色裙子，腿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黑丝袜，一看就是都市白领的女神风范。这套衣服配上她那绝美的颜值以及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，这让我看得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穆千雪看到我的样子并没生气，反而是有些得意高兴。接着她干咳了声说：“别傻站着，抓紧过来吧。”我这才回过神来，走到了她面前，然后笑着说：“穆教授有什么急事吗？”只见穆千雪平淡地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刚刚学校下了通知，明天早上7点半，所有大一新生在操场集合开会，大会过后开始军训。”听完后我心里怒骂，就这点事直接发信息就好了，还非得要我这么急的跑一趟，就这点事还有吗？可穆千雪却笑着摇了摇头，确定以及肯定的说没了。我了个去，亏我还担心出什么事了，一路急忙跑了过来。穆千雪好像看出了我在想什么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跟副班长就可以有说有笑，我让你来趟办公室你就不乐意了吗？”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很平淡，但我还是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不对劲，这话说的有很大问题。我刚想反驳他，就看到了他的眼神，然后我硬生生的把要出口的话咽了下去。没乐意，非常乐意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漂亮的女人真是太可怕了，我真怕下一秒他会打死我。听到我的话后，穆千雪的眼神缓和了些，她的语气也不再跟刚刚似的那么生硬，然后说：“我的办公室记住了吗？”听到这我直接惊呆了，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，怎么话锋一转问我这个问题？好在我的记性比较好，我微笑着说：“记住了。”说一遍，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让我感觉在跟媳妇认错。我咽了咽口水说：“6610。”听到我准确无误的说出来，穆千雪才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你走吧，这就完事了。”让我急匆匆的跑来就这事。不过看着他的样子，我也不敢说什么。那穆教授，我就先走了。说完我就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我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只见穆千雪干咳一声，然后有点做贼心虚的说：“你以后离白子纯远一点，你们俩都是班干部，我怕你们走近了让同学们说闲话。这只是我的建议，你想怎么做随你。”今天上午穆千雪去看新生领取衣服的情况，也顺便的看看我的组织能力如何。没成想就看到了我跟白子纯有说有笑的，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爽。接着他又有点小生气的说：“让你当班长，你就是这么干活的吗？”站在前面跟白子纯
有说有笑。穆千雪说完直接把我惊呆了，这是建议吗？这明明是逼迫，就好像有人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告诉我说这只是建议我，而且我还从他的语气中闻到一股醋意，就像是刚恋爱的小女孩吃醋一样。猛地我就明白过来了，怪不得这女人刚刚那么奇怪。不过对于穆千雪的阴阳怪气，我没有生气，反而有些开心。如果一个女生对男生吃醋生气，那就说明女生心里有这个男生；如果一个女生对男生不闻不问，那么就说明男生肯定是舔狗的一方。然后我看着他的样子笑着说，好的小的听命。穆千雪有些不知所措地说，那只是建议你知道不？还有啊，出去不要乱说话，不然小心你毕不了业。穆千雪脸色微红，不好意思地说。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快乐疯了，我没有想到一向冰冷御姐的穆千雪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我拍了拍胸脯笑着说，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乱说的。好了，没事，你就出去吧。我能感到他说话时气息不稳，而且没底气。我笑着说了声好，然后就往门口走去。但走到门口，我突然停了下来，嘿嘿笑着看穆千雪。怎么了？穆千雪也是好奇地问道。我看了看他胸口说，穆教授给你个建议，在穿白衬衫的时候，建议你把胸前的扣子系好。虽然在我面前没事，但是在别人面前是需要注意一下的。说完我就打开门直接跑了。而穆千雪顿时懵了，低头看了看，确实衬衫的扣子没系上，胸口那若隐若现的一抹白色很是明显。而且刚刚那家伙是站着，而他是坐着，这说明他的熊被我看了半天。想到这，穆千雪脸色直接红了，然后生气地说，小崽子敢调戏我，你等着吧。而我在回寝室的路上，在群里发了条信息，把明天早上集合军训的事说了一下。刚说完，群里就热闹起来，这么快就要开始军训了？军训完非得晒黑好几度，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开学第2天就开始了军训，我们在原地站了一会，教官就到了，接着我们就开始了站军姿的训练。不得不说，站军姿是很难熬的一关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很难，要一动不动的站半个小时乃至1个小时，而且是在烈日炎炎之下。没多久就有不少人的表情开始逐渐扭曲，几次想要停下都被杨天竺的眼神吓住。就在众人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人影出现了，白皙的长腿，黑色的短裙，纤细的腰肢，他就是院花李颖。这让班里的男生看得直咽口水。没多久，喇叭上就响起了集训休息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去树荫下喝水休息。李颖欢喜地穿过人群跑到了我面前，学姐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苦笑了一声问道，这不是怕你辛苦给你送水来了吗？说着就把一瓶脉动递给了我。顿时我们班全炸开锅了，男生们一个个眼神中充满了羡慕，但此刻的我却愣住了。李颖这么大热天来送水，换做任何一个男生都会很感动，但是我不想收更不能收，我的目标是穆千雪，不应该跟其他女生牵扯到关系。想到这我就委婉地拒绝了，但李颖却不停地劝说起来，人家毕竟是个女生，如果当众直接拒绝那就太丢人面子。我只能接了过来说道，谢谢学姐了，回头我把钱转给你，我实在不想欠她什么。好在李颖没啥意见，但这会的白子纯却心里依旧却无计可施，只能不开心地看着这一幕。然而就在我接过脉动的时候，一声熟悉的咳嗽声直接吓了我一跳，我猛地抬起头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朝我走来的正是穆千雪。她面容平淡，目光紧紧地盯着我，很冷漠也很平淡，但我却从这里面感受到了一股杀气。我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，心里有点慌。不多时，穆千雪就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李颖笑呵呵地冲着他打招呼，穆教授你怎么来了？穆千雪平淡地说，来看看他们军训的情况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李颖笑着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有种莫名的柔情，虽然我没有发现，但作为女人的穆千雪却敏锐地捕捉到，这让原本不爽的她更加不爽。这家伙真是会招花惹草，刚开学2天就招惹了2个，而且长得都还不错，真是个渣男。我是来给九牧学弟送水的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就在李颖离开后，穆千雪就冷漠地看向我，顿时我心里一紧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脉动好喝吗？我干咳的了一声道，还没喝呢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见穆千雪冷笑着说，那你现在喝吧，看看好不好喝。看到他这样子，我又不傻，怎么能喝？不喝其实我也没打算喝。随后他就问杨天竺那几名学生是怎么回事。原来站军姿的时候，3个人交头接耳，被罚做100个俯卧撑，这回3人总共还剩下100个没做。九牧是你们3个的室友吧？啊，对，3人点头异口同声地说。然后就见穆千雪笑了笑，对教官说，九牧既是室友又是班长，没有以身作则带好寝室，我觉得剩下的让他做就可以了。顿时我就懵逼了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公报私仇吗？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啊。然后穆千雪接着说，现在就马上开始吧，我给你数着。这时候白子纯却跳出来补了一刀，穆教授我觉得不应该处罚班长，100个太多了。接着班上的其他女生也纷纷附和，这让穆千雪目光一转，眼皮微抬，100个多吗？霎时间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吃起醋来的女生真是可怕。求生欲极强的我干咳一声，连忙说，不多，我这就做。我的频率很快而且很匀速，短短几十秒就做了20多个，而且脸部红气不喘。不仅如此，我胳膊上雄壮的肌肉也显现出来，这让女生们看得傻眼了，一个个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有些激动。不多时又过了1分钟，我的速度丝毫不减。这时候已经
经做完了70个，这让教官也瞠目结舌。这小子看样子是练过呀。这会儿其他专业的女生也会挤过来，听着周围一群女生花痴的议论声，穆千雪顿时觉得草率了，就应该让他去自己的办公室慢慢做。正在他愣神的时候，我做完了。穆教授，我做完了。穆千雪淡淡的哦了一声，平静的表情下面却是波涛汹涌，这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力量，哪怕是他也不能免俗。而这时杨教官却问我有没有当兵的想法，然而我还没开口，穆千雪就抢先道不行，这让众人都惊讶的望向他。接着他干咳一声说道，他学业还没完成，当兵等以后再说吧。接着我就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，顺着他的话拒绝了杨教官。这会又一些女生围了过来要我的联系方式，但穆千雪在这里我可不敢冒险，所以我一个又一个的拒绝了，这让穆千雪也是颇为满意，刚刚的坏心情一扫而光。接着他就走到我的跟前道，跟我过来一下。走到大树下后，我问道，穆教授有什么事吗？他抬起头并没有说话，随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瓶水，此时的水瓶上还有些冰凉。脉动不解可喝这个，凉的矿泉水更解渴。矿泉水是穆千雪来之前就买好的，本来就是打算给我的，谁知道冒出来个李颖让他瞬间觉得不爽，要不是觉得我表现还不错，穆千雪不一定会拿出来。而这时候的我盯着水瓶发愣，怎么不要就算了？穆千雪冷哼一声就要收回，我看到立马笑嘻嘻的抢了过去，要怎么会不要？穆教授送的东西，哪怕是狗屎我都得好好接着。女生都喜欢听花言巧语，哪怕是高冷的穆千雪也不例外。而这回他又试探起我来，那李颖送的脉动怎么办？我旋即说道，已经把它送给室友了，我有矿泉水就够了。然后我就打开矿泉水喝了一口，这让穆千雪顿时心满意足。这时军训铃声响起，穆千雪在远处的树荫下看了一会就离开了。对于参加军训的人来说，时间过得格外漫长，仿佛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饱受煎熬。夜晚教官领着我们开始联谊，当我们走到美女最多的新传学院时，一道倩丽的身影缓缓走了过来，来人正是校花级美女穆千雪。她走到杨教官面前，清冷地说，杨教官怎么来了这里？是穆教授啊，晚上联谊，应同学们的要求来这边跟新传联谊。新传美女很多，穆千雪很清楚。她瞥了一眼我，见我没有什么特殊变化，然后点点头道，我在旁边看着你们开始吧。新传那边走出来一个男生，要跟我们这边的男生练跆拳道。宿舍的老唐上去应战，没成想被对方给伤到了。对方不仅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有些得意嘲笑地说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虚弱，用了一半的力气你就受不了了。顿时老唐怒了，想冲上去再打一架，但这被我死死地按了下来。见状对方接着说，你还差得远，我们跆拳道可是世界顶级武术，当然了，大家如果想学，我可以免费教导。他指的自然是班上的那些女生。果然有一些女生心里已经有些异动了。就在他一脸得意的时候，我冷笑一声道，跆拳道不过是个笑话罢了，棒子国的垃圾玩意竟然被你奉如神明，简直可笑。听到我的质疑，对方脸色瞬间有些不好看，他死死盯着我说，听你的口气看来你很厉害，有本事来跟我打一架，你要是赢了就说明跆拳道垃圾，要是输了就给我滚得远远的，怎么样，敢不敢？我知道他这是故意在挑衅我，但我一点都不怵他，上前一步微微一笑道，行啊，那就来打一场。然而我刚说完，现场就出现了反对声。第一道是来自白子纯的，他担心我上去挨打；第二道是来自身后老唐的，他担心我上去了也不是对方的对手；而第三道声音是来自穆千雪的，他看了一眼老唐跟白子纯没有理会，而是缓步走过来，盯着我的双眼道，你不能跟他打。我没想到他居然也会阻止我，笑着道，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但在穆千雪看来，我这么做就是在逞强，他非常担心我在打斗中受伤，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穆千雪的态度很坚决，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不会让我上场，但对方却不耐烦的道，你到底敢不敢来？不敢就别在这磨磨唧唧的。然而我还没开口，穆千雪就站到我身前，你叫杨浩瀚播音一般的对吧？只见对方看到穆千雪的绝世容颜后，霎时间就愣住了。然而此刻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甚至还在幻想是不是刚刚的表演打动了穆千雪。只见他点了点头，笑容满面的说，没错，我就是。敢问美女芳名，不知道能不能加个微醺？这让整个技科一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二货竟然敢调戏穆千雪穆教授。要知道整个信息学院最不能惹的就是穆千雪穆教授。而此刻的穆千雪脸色愈发冰冷，想知道我的名字。杨浩瀚丝毫没意识到不对劲，反而一个劲的点头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想当然想，好，我保证今天晚上你的辅导员会亲自告诉你的。顿时杨浩瀚愣住了，他没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，而此刻的技科一班却都大笑了起来。这时的杨浩瀚莫名的有些心慌，班级中不知道谁喊了声，这是穆教授。原本一脸懵逼的他顿时清醒了，东大最有名的冰山女神。下一秒杨浩瀚不由得打了个激灵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，不是，穆教授您误会了，我刚刚瞎说的。他知道得罪穆千雪后果恐怕会很严重，要知道调戏穆千雪，恐怕东大的历史上他都是第一人。然而这时我却说道，要不这样咱俩的比赛继续，你要是赢了我保证穆教授不再追究。闻言所有的人都愣了，你保证？你怎么保证？那可是穆教授，你能代替他做决定吗？穆千雪也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，我凑了过去说，放心吧，我真的有把握。周围众人看到我俩亲密的样子都愣住了，
从来就没见过有男生敢跟穆千雪这么近距离的说话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穆千雪脸色没有丝毫的怒，而是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：“那你注意安全，实在不行就认输。还有我呢。”这一幕让无数人都惊掉了下巴，这俩人也太亲密了吧。然而众人震惊还没结束，穆千雪就说：“就按九牧说的，你要是赢了，这件事就算了。”听到这，众人纷纷吸了一口凉气。九牧还真把穆千雪给说动了。随即穆千雪退到了一旁，但目光一直在我身上停留，眼神中还是充满了浓浓的担忧。这晚军训时，我们在操场联谊，跟对方来了一场比武。赛后，我站到了穆教授的身边，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角落比较偏，同学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。穆千雪忽然开口道：“怎么不去陪人家看表演？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”她声音很平淡，清冷之下带着些许的不爽。我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不是还有点学习上的问题，想跟教授讨论一下吗？”学习个鬼哦！穆千雪白了一眼，却没戳破，甚至内心还有些许的小欢喜。虽然她脸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但我还是发现了些许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像冰山出现些许融化一样。说吧，有什么学习问题？但我却笑呵呵地转移话题道：“先看节目，等会再说。”我是什么意思？穆千雪看得很透，但很有默契的没有说破。看着联谊节目的同时，我还带着解说，这把穆千雪逗笑了好几次。很快就到了10点，方队解散了，同学们一个个拿着东西准备离开。我看了看站在一旁的穆千雪，跑了过去，嘿嘿笑着道：“穆教授，天黑了，女生一个人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吧。”我俩等到同学走的差不多才离开。穆千雪住的地方是教职工宿舍，靠近学校的东门。路上，穆千雪忽然问道：“妮妮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”她害怕自己的这句话引起歧义，立马改口说道：“你别误会，我就看你对白子纯这样的女生都这么冷漠，就好奇问问。”我一愣，没想到穆千雪竟然问这样的问题。其实喜欢什么类型的都没意义，当遇到一个心动的特殊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所喜欢的类型。穆千雪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但她忽然停下了脚步，有些正色地看着我说：“你觉得年龄问题对爱情有影响吗？”这问题怎么感觉都是若有所指。我看了穆千雪一眼，此时的她俏脸微红，接着就连忙解释道：“妮妮，你别瞎想，我就是问问，懂吗？就是纯粹的好奇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说：“真的只是好奇吗？”穆千雪假装镇定地点点头说：“就是好奇，我觉得大一点挺好的。”我刚说完，她就连忙发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旋即他就觉得自己热情的有些过头。为什么？大一点有什么好的吗？年纪比你老，没有小姑娘讨人喜欢，更不活泼，哪里好了？我一本正经的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这穆千雪的背影我抓紧跟了上去。到了楼下后，穆千雪说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”我笑着嗯了一声，但没走。穆千雪眉头一皱，疑惑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微微一笑说：“刚刚逗你玩的。其实年龄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爱情是一个跨越年龄、性别、身份的东西，如果相爱，那么年龄就不是问题。”但穆千雪却有些犹豫的道：“那你不怕别人说吗？或者你家里人会同意吗？”我微微一笑，自信的说道：“有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我爱他那是我们两个的事，与外人何干？心有蔷薇何惧刀枪。”听到这，穆千雪眼前一亮，旋即眼中充满了欣喜，再次看向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欢喜，没了之前那种冰冷的感觉。她轻咬嘴唇，在月光下展颜一笑，这样我看的都有些傻了。这简直美得不可方物，似乎被我直勾勾的眼神盯得有些害羞。穆千雪说了句话就转身跑上楼了。我刚躺到床上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穆千雪发来的消息：“到寝室了吗？”看到她的信息，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。接着就简单的聊了几句，虽然穆千雪的话听起来很平淡，就跟她本人一样，但有个细节很有意思，那就是每次我发完消息，对方都是秒回的。女生回复信息的快慢，就能看出她对你的态度。这天下午，杨教官把我们集合起来道：“咱们学院有2个方阵正在招人，一个国旗方阵，一个合唱方阵。”我在下面对3个舍友说道：“哥几个一定要去合唱方阵。”其实这是穆千雪昨晚告诉我的，她害怕我训练太累了，特意告诉我要选合唱方阵，直到他们加入了合唱方阵才知道，只需要唱歌就可以了，这样他们大胆爽歪歪。就在我们激动的无法自已的时候，远处走来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黑色长裙、高跟鞋，完美的身材。没错，来人正是穆千雪，只不过她只是站在了远处，没有走过来，也没有说话。就在方阵解散的时候，她走了过来，那些原本打算离开的人都停下了脚步，呆呆地望着这成熟的御姐。接着她就把我喊了过去，而方阵的人看到这一幕羡慕极了。接着穆千雪把我带到了她办公室，然后拿出了2个饭盒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穆千雪道：“自己打开看看。”打开后，牛肉拌饭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我不由得咽了咽口水，懵逼的道：“这是你做的吗？”没错，这盒饭确实是他自己做的，但当着我的面他并没有承认，反而说是买来的。但我一眼就看出来这色泽不对，再加上穆千雪脸这么红，这样我压根就不信这是买的。我冲着穆千雪嘿嘿一笑：“为什么突然给我这个？”穆千雪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的道：“班长管理班级挺累的，给你的犒劳，吃不吃？”不吃就算了。说着，穆千雪就做事要拿回饭盒，我连忙拿起筷子，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看着我吃饭的样子，穆千雪开心的笑了，但我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碗筷。穆千雪见状，疑惑的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”我笑着摇摇头道：“好吃，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，
看着我的样子，他心里紧张起来。然后我盯着他的双眸，微笑着道：“要不咱们俩在一起试试吧？”试试？什么试试？穆千雪顿时懵了，他俏脸通红，有些紧张地攥着双拳。接着我微笑说道：“当然是试着做男女朋友啊！那晚你是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，而且我19，你也才23，年龄没有大几岁。”听到我的话后，穆千雪顿时就愣了，原本通红的脸再次红润起来，心里就像装了只兔子，砰砰地跳。如果两人之前属于不清不楚的暧昧的话，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把那一层暧昧捅破了。穆千雪认真想了想，然后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咱俩才认识没多久，太快了。”我心里还没有完全接受，就像我想的一样，穆千雪虽然对我不讨厌，甚至内心有些异样的情绪，对我总会不由自主的担心吃醋，甚至想一心的对我好。但毕竟她从没谈过恋爱，面对这种感觉，她心里很是依恋。但两人认识的时间毕竟太短了，她真的还没做好准备。不过让穆千雪完全割舍我，此刻的她也没办法做到。其实我大概明白穆千雪的意思，不仅没有失落，反而有些开心。我微微一笑道：“好，我等你。不过咱们现在属于什么关系？”穆千雪一时间还真答不上来，反而将这问题丢给了我。预备男友怎么样？我笑着说道。穆千雪先是一愣，而后轻轻嗯了一声，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我手里的这份盒饭很快就被消灭了，而此刻穆千雪才吃完一半，看着一脸幸福的我，穆千雪嘴角微微上扬：“吃饱了吗？我吃不完这么多，你要不再吃点？”本来我差不多吃饱了，但穆千雪这么一说，我感觉自己还能吃点，然后我就很不客气的从她碗里扒了一半的饭。我吃得很撑，但是感觉很酸爽。接着我问到：“晚上的训练你去吗？”穆千雪回应道：“怕是去不了了。”作为辅导员的她刚开学时很多，这几天去训练场也是她特意抽时间去的。然后我说道：“那我晚上训练完就来办公室找你，大晚上你女生一个人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。”其实学校里很安全，但穆千雪并没拒绝我。就在我准备离开去军训的时候，穆千雪把我叫住了：“咱们两个的关系目前还是不要暴露吧。”我明白穆千雪的意思，毕竟我们的身份不一样，留言可畏，笑着应了一声就离开了。晚上解散后，我来到办公室送穆千雪回宿舍。路过小吃街的时候，我问道：“饿不饿？”下午的饭我吃了大半，穆千雪没吃多少，况且晚上有工作了那么长时间。果然这会的穆千雪有些饿了，然后我就一路小跑去买吃的，这让穆千雪心里有种暖流涌过。而后我们边吃烤串边往宿舍走去。穆千雪长时间没吃过这样的东西了，吃完后不由得舔了舔嘴唇。我叫住了她，并拿出一张纸巾，小心的在她嘴边轻轻擦了起来。然而穆千雪却呆在了原地，心扑通扑通跳着，小脸也不由得涨得通红。看着我认真细致的样子，穆千雪的那颗心更加柔软了一些。忽然穆千雪干咳一声，看着纸巾发出了灵魂般的拷问：“你一个男生怎么出门还带纸啊？”我想都没想的说：“习惯了，每天都带。”旋即她看向我的眼神变得审视起来，这让我一脸疑惑，并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穆千雪认真的说道：“我听说只有渣男才会每天带纸，因为方便他们泡妞。”我干咳一声，赶忙解释道：“我怎么可能是渣男？我这么纯情，这么单纯。”没成想穆千雪却盯着我道：“你单纯吗？”我赶忙转移话题：“穆教授到了。”穆千雪不由得想怎么这么快，而后依恋不舍地跟我道别。我看他这个样子，嘿嘿一笑道：“要不请我上去喝个茶也行，我不介意。”没成想穆千雪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渣男不可能。”好家伙，自己的渣男形象已经深入他内心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千雪。”原来是跟他在一个办公室的谢思佳。三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场面顿时尴尬起来。谢思佳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两个道：“你们两个这是？”穆千雪闻言双脸通红，就好像是偷情被抓到一样。我赶忙解释道：“我刚刚军训完，被穆教授叫过去处理一些班上的事情，看天太晚了，就主动提议送回来。”穆千雪闻言赶忙连声附和，但谢思佳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并没有纠结这件事，而是笑呵呵地挽起穆千雪的胳膊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等我回到宿舍后，舍友3个人却认为我有个女朋友，毕竟这么晚才回来很不正常。为了堵住他们的嘴，我就承认了。接着我就给他们编了一个故事。转眼间军训就快要结束了，这晚穆千雪也过来了。我们跟往常一样躲在角落里看节目，但却被去厕所的老唐瞧见，并说：“原来你跟穆教授在这看表演呢，我还以为你跟你校外女友打电话去了呢。”说完他就直接跑向厕所了。这时我忽然感觉出现一股巨大的杀气，只见穆千雪冰冷的声音传来：“原来你校外还有个女朋友，真不错呀。”说着穆千雪还鼓了鼓掌，心里想着果然是个渣男，脚踏两只船。我赶忙解释：“不是的，我真没有啊，就你一个女朋友。”呸呸呸，谁是你女朋友了？说完穆千雪就觉得有些委屈，第一次竟然给了这个渣男，果然是遇人不淑。好半天穆千雪才说：“她漂亮吗？”我一把抓住穆千雪的胳膊，坚定的道：“给我3分钟，让我解释一下。”我把那晚忽悠他们3个的事情重复了一遍，并说这是为了保护穆千雪才编的故事。穆千雪将信将疑的看着我道：“你看着我的眼睛。”然后我就连眼珠都没动，直勾勾的看着他。原本是想判断我有没有说谎，可被我这么盯着，穆千雪直接脸红了，然后一把把我推开道：“不用看了，我相信你了。”但我却嘻嘻一笑道：“穆教授，你刚误会我了，这让我内心受到了创伤，你不得好好补偿我一下呀？”穆千雪顿时愣住了，抬着头道：“什么补偿？”
我微微一笑，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他。见我不说话，穆千雪顿时心里紧张道：“你怎么不说？”然而他还没说完，我就亲了上去。虽然如蜻蜓点水般亲了一口，但这让穆千雪整个人如触电了一般，浑身上下都在微微的颤抖。如果不算在小旅馆的那一次，今天应该算是他的初吻了。没想到今天我的胆子这么大，趁着他不注意就亲了上来。他赶忙看了看周围，如果有人看到那就完蛋了。军训结束后，马上开始了学习生涯。第二天一早是穆千雪的课，前一晚他强烈要求我要坐在第一排，于是我提前1个小时来到教室。让我傻眼的是，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。仔细想想也正常，毕竟这是华夏的顶尖学府，况且一会是穆千雪的课，谁不想离冰山女神近一点呢？很快班级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。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，白色衬衣，黑色短裙，绝美的脸蛋，精致的轮廓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独属于女神的气质。来人正是穆千雪。穆千雪站在讲台上环视了一圈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我，脸上瞬间露出了微微的笑容。正当她满意的时候，门口有一道身影缓缓地走了进来，穆千雪的笑容也逐渐僵硬了。只见白子纯从门口走到我身边，所有人目光齐齐看了过来，不知道白子纯打算干什么。我也是一愣一惑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这时的我也看到了身旁被占的座位，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下一秒，白子纯俏脸微红的道：“班长那个位置是我的，能不能让我进去？”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僵硬的转过头看了穆千雪一眼，霎时间我就感觉有一股杀气在自己周围环绕。此刻穆千雪的脸上已布满冰霜，但她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我算账，只能等到下课再说了。她讲课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内容也是由浅入深，极具感染力。毕竟这么年轻就是副教授，无论学术还是讲课都属于一流。正在我好好听课的时候，白子纯忽然小声地问我借笔，我把桌上的红笔递了过去。白子纯开心的道：“谢谢班长。”我微微一笑回道：“没事。”但当我笑呵呵的抬头时，正好遇上了穆千雪的目光，就好像藏了私房钱被老婆逮到一样。只见下一刻，穆千雪生气的道：“九木，坐在第一排还说话，应该吗？”我顿时一滞也不敢反抗。穆千雪哼了一声，并没打算惩罚我，但白子纯的补刀操作又来了。穆教授，不怪班长，是我找他借红笔，他才说话的。穆千雪闻言眯了眯眼，心里更加的不爽。我看着穆千雪的眼神就知道完蛋了，接着认错道：“穆教授说的对，我错了。”穆千雪笑笑道：“行了，别做了，长长记性，去前面站着吧。”她不想再让我跟白子纯坐一块，我只好抱着课本走了过去。这女人吃醋简直太可怕了。下课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穆千雪道：“等会中午放学去我办公室，有任务安排你。”顿时班里无数人都同情的看向我，他们都以为我要被骂得很惨。中午老师们大多都去吃饭了，所以教学楼来往的人并不多。进去办公室后就笑着道：“穆教授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”穆千雪翘着腿看了看我，便让我坐下。知道错了吗？我连忙点头说知道了。旋即穆千雪接着说道：“以后记住了，上课不要随便说话，不只是我的课，别的老师也一样，记住了吗？”接着他就拿出了饭盒，两人在一个饭盒里愉快地吃了起来。忽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正在吃饭的两人陡然愣住。穆千雪急切地收拾起来，并擦了擦嘴，确定都收拾好后才对着门口喊道：“请进。”当看到来人的时候，我心中只想骂娘。只见白子纯进来后说道：“教授，那件事不能怪班长，要罚您就罚我吧。”穆千雪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，看向我说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强烈的求生欲让我抓紧说道：“我觉得副班长误会了，穆教授和蔼可亲，温柔大方，压根就没有惩罚我。副班长，你还是回去吧。”穆千雪听到后还是很高兴的，但白子纯却不这么想，他怀疑我是不是受到了严刑拷打。想到这，他更加心疼了。就当他接着想说什么的时候，穆千雪干咳一声道：“行了，副班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班长讨论点东西，一会就放他走了。”白子纯看到穆千雪的样子，只能离去。然后我舒了口气，笑呵呵道：“穆教授人走了，继续一起吃啊。”然而穆千雪却白了我一眼道：“就知道到处沾花惹草，你不许吃，在一边看着吧。”说着就拿起筷子自顾自地吃起来，而我只能呆呆地在一旁看着。过会，穆千雪擦擦嘴说道：“剩下一点，你把它消灭干净，记住不能浪费。”看着饭盒里还有不少，我嘿嘿一笑，果然穆千雪还是心疼我的。接着我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一旁的穆千雪看着发笑道：“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别噎到了。”不知道穆千雪的嘴是不是开过光，刚说完我就噎到了。穆千雪赶忙拿起自己的水杯给我，我喝了好几口之后才缓过劲来。看着我的样子，穆千雪扑哧一笑：“这就是你沾花惹草的下场。”而我转头看着他道：“这明明都怪你我才噎到的，这不都是你的诅咒吗？所以你得补偿我。”穆千雪一脸诧异，接着说道：“做梦渣男。”然而我嘿嘿一笑，直接把他顶到墙根。看着距离不到2厘米的九木，穆千雪咽了咽口水，紧张极了，接着他的脸就腾的一下红润起来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此刻也感受到了他的紧张。“穆教授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来要补偿啊！”穆千雪顿时就慌了，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“你别闹了，这是白天，等会有人来了怎么办？”然而我却嘿嘿一笑道：“没事，门是关着的，况且大中午的也没人。”穆千雪还想要说些什么，却突然觉得自己的嘴角传来了蠕动的感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穆千雪感觉自己的眼睛迷离了起来，她陷入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快乐的中。理智告诉她要反抗，但或许是没力气了，稍微反抗了2下就放弃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穆千雪
实在是喘不过来气了，就一把推开了我，连忙擦了擦嘴边的口水。他捂着滚烫的脸，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这里是办公室，而且还是大白天。”穆千雪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而我也知道穆千雪很紧张很激动，这不是咱俩商量好的补偿吗？听着我的话，穆千雪直接懵逼了，明明趁自己不注意主动亲的，还偏偏说是商量的，然后就气急地给了我一拳：“渣男，你不要脸！”接着我嘿嘿一笑道：“穆教授消消气，我保证以后白天不在办公室做这种事情，你放心，以后请你监督，我要是再犯就让我请你喝奶茶。”穆千雪闻言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指着门外道：“滚！”我干咳一声，嬉皮笑脸道：“不是穆教授，不要这么愤怒，条件咱们可以再商量吗？”然而穆千雪没有搭理我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四处翻了起来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穆教授，你找啥呢？我帮你啊！”只见穆千雪咬着牙道：“我水果刀呢？”我咽了咽口水，看着一脸不爽的穆千雪，顿时慌了，急忙说：“穆教授，我寝室还有事先走了。”说完直接一溜烟转身就跑了。望着门口，穆千雪哼了一声，打定主意一定不会让我好过。转眼间2天时间就过去了。下午第2节穆千雪的私语言课程，下课时穆千雪瞥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下周一咱们学院要举行明星晚会，每个专业要出3个节目，这周6周日进行彩排。我决定把这项工作交给九木来负责。”听到这我直接愣了，这报复简直来得太快了。这还没结束，穆千雪盯着我说道：“为了让负责人树立典范，这次节目表演九木同学自己出一个。”看着穆千雪眼神里透出的意思狡黠，我就知道她肯定是故意的。果然女人真是一群过于可怕的生物，都过去2天了还这么坑我。接着穆千雪说道：“行了，放学了，大家吃饭去吧。对了，九木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说完他就自顾自地离开了。我叹了口气，然后背上书包准备去办公室。这一次我直接推门而入，但穆千雪虽然眉头一皱，嘴角却微微上扬，而我也不客气，反手就把门关上了。他看着我走过去，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接着干咳一声，强撑着底气道：“这次迎新晚会技科专业就交给你了，不用感谢我，这都是对你能力的看重。”我目光紧紧地盯着他道：“穆教授，我怀疑你这是在打击报复。”穆千雪微微一笑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我从来不报复学生的。”接着笑盈盈地看着我，那目光仿佛就在说：“我就是在打击报复，有本事你来打我呀！”我笑着说道：“穆教授，我这也算帮你做事吧？”穆千雪一愣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我接着说：“做事是不是得有报酬？我知道这事肯定是没办法改了，所以我得在他这获得好处才行。”而我的这番话直接把穆千雪整懵了。想到那天中午的事，他顿时紧张起来，有些惊慌失措的道：“不可以，不能在办公室做那种事。”我似笑非笑的道：“穆教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”看着我装作一脸纯洁无瑕的样子，穆千雪气得牙痒痒。要不这样吧，今晚你请我吃顿饭怎么样？穆千雪想了想道：“行吧，看你操劳的份上，今天晚上我就请你吃饭好了。”接着就带着我走了出去。穆千雪在前面带路，只不过没有去教职工公寓，反而是来到了学校一处比较偏远的地方。这里四处无人，到处停的都是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车，而穆千雪在一辆白色奥迪前停下了，她拿起钥匙按了一下就开门进去了。而此刻的我还在惊讶中，这车是你的？但穆千雪却说这车一般般，将就着坐吧。这让我一时间有些懵逼。我并不知道穆千雪的家世，但这5、60万的车她都看不上眼，看来这妥妥的是个富婆呀。行驶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在一家菜市场买了一些菜，然后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，接着就跟着她来到了一处房子内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还在外面租了房子？”我一直以为穆千雪住在教职工公寓的，但穆千雪平淡地说：“这房子是我爸买的，我偶尔来住一下。”其实穆千雪一直住在这里，但为了让我晚上有理由送她回去，所以最近一直住在教职工公寓里。听到这却让我惊讶不已，5、60万的车说开就开，上千万的房子说买就买，这还真是个富婆呀。美女老师竟让我帮她拿一条内裤，起初我还以为自己是幻听了，直到穆千雪重复了一遍我才反应过来，刚刚拿衣服来洗澡的时候脑袋晕晕的，总感觉少拿了什么东西，洗完澡后才发现忘了拿内裤。这会的穆千雪一点醉意都没了，只能无奈地向我求助。当我打开衣柜的时候，被里面严严实实的衣服震惊了，衣柜里满是黑丝渔网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一条内裤。浴室里的穆千雪看我半天还没过来，大声催促：“九木，你找到了没有？”沉浸在诱惑边缘的我瞬间反应过来，我敲了敲门道：“在我手上呢，你过来拿吧。”顿时穆千雪脸上满是红润：“你先闭眼不许瞎看。”接着他就把手伸了出来，拿到后连忙关上了门。不多时穆千雪便走了出来，她披散着头发湿漉漉的，上身是一件黑色的短袖，下身则是黑色短裤，御姐风范，这样穿别有一番风味。此刻的穆千雪脸上满是红晕，干咳了一声问道：“你刚刚没看到什么吧？这是一道送命题。”我直接说什么都没看见。果然穆千雪满意的笑了笑，接着我看着她说道：“你头发还没吹呢，要不我帮你吧？”还没等他拒绝，我就站起身来道：“你家吹风机在哪？”穆千雪支支吾吾的。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穆千雪忽然想到自己刚刚脱下来的内裤还在卫生间，她立马大喊站住。但此时的我已经进去了，当然也看到了地上的衣物。我拿着吹风机就走了出来，看到穆千雪脸上如同鲜血般红晕，我连忙解释道：“我刚刚什么都没看到，你要相信我。”这让穆千雪无语的愣在了当场，像极了此地无银300两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吹头发吧。此时的她也没办法了，只能抓紧转移话题，旋即我就开始给她吹头发。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跟她说：“我都要走了，还
还帮了你这么多忙，是不是给点奖励？没给穆千雪思考的时间，我直接吻了过去。半分钟后，我拍了拍她的肩膀道：“我先走了，谢谢你的招待，不用送了，我认路。”而后我抓紧跑了。穆千雪此刻还愣在原地，一脸懵。回到宿舍的我为节目的事发愁，原本消息已经通知下去，但过了1天却没有一个人报名。好在宿舍的章鱼给出了个馊主意，采取了抽签的形式来确定了人选，这让我大呼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第2天中午下课后，我直接就去了穆千雪的办公室。正在吃饭的穆千雪却是一愣，她今天并没有叫我来。令我感动的是，虽然穆千雪今天没有喊我来吃饭，但做的饭菜量丝毫不少，就好似知道我要来似的。吃完饭后，我就把节目名单交给了她，并厚颜无耻地问道：“穆教授明天中午吃啥？让我好有个心理准备。”穆千雪狠狠瞪了我一眼道：“明天中午吃空气。”我闻言笑嘻嘻地凑上来道：“吃空气啊？那我能吃穆教授嘴里的空气吗？”顿时穆千雪双颊一红，直接懵逼了，接着一把推开了我，羞怒道：“狗渣男，想都别想！”这时穆千雪看到节目单，当看到我要跳舞的时候，她傻眼了。“你打算跳什么舞？街舞还是爵士？”面对穆千雪的好奇，我并没有说。晚上迎新晚会开始，随着一个个节目的完美演出，很快就轮到了我。这时女主持人看了看节目单道：“接下来有请技科一班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舞蹈《新贵妃醉酒》。”顿时整个技科一班激动了起来，台上的穆千雪内心也隐隐有些激动。然而当她目光汇聚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却愣住了，因为她没有看到九木的身影，反而是一个有着金丝长发、上身白色小衬衫、下身短裙加黑丝的美女，这让下面的技科一班同学一脸懵逼，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个女生。但穆千雪确实看出了什么，因为这个女生身上穿着的是九木找自己借的衣服，这才开学多少天，不知道又从哪勾引了一个小姑娘，关键是还穿着自己的衣服。顿时穆千雪呼嗤了几声，眼神中满是不爽，甚至充斥着一股杀气。但随着节目的进行，穆千雪忽然眉头一皱，很是疑惑，她没有找到我在哪里。台上除了这个女生外没有任何人。当她仔细看这个女生的时候，忽然愣住了，这张脸她感觉很熟悉，这让她很是奇怪，因为她可以肯定自己不认识这个女生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面对九木一样。想到这，她忽然愣住了，眼前这个长相绝美、身姿曼妙的女生正是九木。节目结束后，穆千雪就偷偷离开了座位。当她来到后台的时候，我正在脱裤子，看到我的样子，她差点没叫出来：“你怎么当众脱裤子，不要脸！”我本来打算去厕所换一下，但厕所离这里有点远，而且就是脱个裙子很快的，但没想到穆千雪竟然来得这么及时，难不成她是故意来看我脱裤子的？想到这，我不由得一阵恶寒。我男扮女装在迎新大会上跳舞，不仅斩获所有节目的第1名，还被万千校友视为梦中情人，就连校长都说那小姑娘表现得很不错。只见台上第3名和第2名都已上去领奖，但我这个第1却迟迟没有上去。身边的同学们也纷纷问我，那女生去哪了？然而我只能干咳一声道：“她去陪男朋友了，估计来不了了。”就在院长又重复催促了一遍时，我硬着头皮上去了。现场的所有人看到我都很懵逼，但也没有往女装大佬的角度去想。我跟院长说那位女生身体不适，先回去了。大家听到后都露出了心疼的模样，唯有穆千雪听的是嘴角一阵抽搐。这狗渣男说谎话的本事真是一流啊！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教室门口就围了一群男生，走进班内后才知道是在等昨晚那个女生，而且昨晚学校论坛也炸锅了，置顶的第1条就是昨晚上的迎新晚会，标题迎新晚会惊现绝美女神，并且还附上了我跳舞的照片。仅是一个晚上就有几千条留言。伴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，外面那些人总算是散了。中午在穆千雪办公室蹭饭时，却发现她有些愁眉苦脸。了解后才知道学校内网遭到黑客攻击，关于最新研究的量子技术资料差点泄露，对方恐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接着我沉吟片刻道：“你知道对方黑客 IP 地址是哪的吗？”穆千雪闻言摇摇头道：“咱们学校的专业人员技术有限，而且对方很不简单，所以并没有查到，也不知道从何查起。”吃完饭后，我看了看穆千雪的电脑道：“你先起来让个位置。”虽然她一脸错愕，但还是站了起来。然后我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在一边看着黑客问题，我帮你解决。”说完后，我就紧紧盯着电脑屏幕，2只手在键盘上不断的敲击。首先进入了学校的内网，来寻找黑客留下来的踪迹。看着我眼花缭乱的操作，穆千雪在一旁愣住了。她是计算机专业出身，自然能看出来我在干什么。大概10几秒后，见我顺利的黑进内网，她一脸懵逼。此刻穆千雪也意识到我的技术很强，东大作为顶级高校防火墙，自然很牛，不然上午也不能抵挡住那个未知黑客。但在我面前竟然这么轻而易举的破解了。片刻后，我眉头一皱，穆千雪敏锐地捕捉到了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是发现什么了吗？”我点点头道：“确实有所发现，对方 IP 地址来自于岛国。”这让穆千雪一愣，这些家伙果真狼子野心。就在他愣神之时，我开始了动作。我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先提前找好了一些假地址做肉鸡，给自己多增加一些安全措施，然后顺着对方的位置找了过去。入侵的黑客来自黑崎木研究所，接着我找到了研究所的信息和内网，一顿操作让穆千雪看得目瞪口呆道：“这就攻进去了？”我微微一笑道：“其实他们的防火墙有一些 bug， 而这小小的 bug 就是破门而入的钥匙。这个黑崎木研究所的资料你需要吗？”听我这么问，穆千雪直接激动的道：“有用有用，他们研究所的一些东西对华夏军方有很大用处。”但我有些迟疑的看着穆千雪道：“资料可以弄来，但渠道必须保密，不能把我供出来。”我相信穆千雪，但是不一定会相信其他人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穆千雪看了看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替你隐瞒的，只要我不想说，没有人敢逼问我资料的来源。”随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敲击，无数的资料开始自动拷贝，而且对方目前为止也没发现什么。大概4、5分钟后，所有资料复制完毕。看着穆千雪惊愕的表情，很显然这件事超出了她的意料之外。当她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，眼中充满了惊喜和激动。我看了看对方的官网，笑眯眯道：“要不咱给这些垃圾们一些小侮辱？”穆千雪眼前一亮。
亮但有些担忧的道：“那你要是弄了，会不会被查出来？”我微微一笑，自信满满的道：“放心吧，以我的实力，岛国猪不会发现的。”接着我找了许多肉鸡做掩护，然后又找了个颜色网站，接着精彩的小视频被我搞成了病毒，一旦发出去就会链式传播，一打开电脑就是激情四射的学习片，然后我把病毒发给了岛国的肉鸡，再用肉鸡去传染岛国其他电脑。随着最后敲击了下回车键，一切大功告成。但穆千雪的表情却对我有些怀疑。只见我站起来面对着穆千雪道：“不要怀疑你的男人。”但他直接给了我一个白眼道：“你才不是我的男人，做梦吧狗渣男！”我并没有生气，而是走到他面前：“你先站起来。”看着我的样子，穆千雪有些不知所以，但他料到我没什么好事，直接一转头道：“不可能，我才不听你的！”我嘿嘿一笑，然后猛然把他抓了起来：“昨天晚上你还欠我一个奖励呢，正好今天我帮你这么一个忙，你要是不奖励一下，我知道你也不好意思。”然后就直接亲了上去，狂吻3分钟。而后他干咳了一声，有些幽怨的道：“狗渣男，这是最后一回，没有下次了。”我并未理会他，说道：“来看看手机上有没有关于岛国的新闻。”打开手机后，穆千雪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只见手机上铺天盖地的岛国新闻，微博上评论区满天飞，这是哪位大神干的？太漂亮了，一个人黑了一个国家，我被之楷模。穆千雪也没想到我真的做到了，她宛如看向一个大英雄一样看着我，但下一刻她就担忧的道：“九牧，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？岛国首相已经发话，一定要找到你。”我只是微微一笑道：“只要你不出去乱说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”对自己的黑客技术很有信心。下午，穆千雪拿着几个大容量 U 盘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只见陈院长一个人在电脑前处理工作。见穆千雪来了，立马笑了起来道：“千雪，你怎么有空到我这来了？”穆千雪却嘿嘿一笑，露出了小女生的笑容道：“外公，我今天来有件大好事跟你说。”怪不得穆千雪敢说没有人会逼问他资料是哪里来的，原来院长是他的外公。接着他就把资料的事说了一遍，但并没有说是怎么得到的，这让陈院长一脸紧张，顿时瞪大了双眼。他本身就是计算机院士，没人比他更了解这东西的价值。而此刻他也问穆千雪是如何得到的。科研资料虽然珍贵，但外孙女更重要。然而穆千雪的话让陈院长顿时明白了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严肃的道：“千雪给你这东西的人能相信吗？若被查到了，会不会把你供出来？”穆千雪自信的点点头道：“放心吧，外公绝对没问题，他的黑客技术很强，只要我不说出来，就不会有人发现的。”看着穆千雪自信满满的样子，眼神中甚至充满了一丝异彩，陈院长就知道帮他的必然是个男生。而穆千雪的这副模样完全是动了心，他这外孙女很少接触男生，家里都还在愁他未来结婚对象呢，这下看来不用担心了。而且看到穆千雪这么肯定，陈院长自然也就没担心的必要了，欣然的接下来了这份资料。回到办公室的穆千雪给我发短信道：“你那资料帮了大忙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大餐。”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来到了穆千雪家里，没多久一桌饭菜就做好了。饭间穆千雪突然开口道：“对了，有件事通知你一下。”我好奇的看着她，高数老师家里有点事，学校招了个新老师来教你们，来的这位是我大学的好闺蜜，也是女神级别的，我警告你不许跟她走得太近，听懂了吗？而且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知会我。穆千雪是北大的毕业生，因为天资聪慧，所以经常跳级，这也让她上大学比较早。整个北大在学习方面能和她一比的只有那位闺蜜，不仅是学习上还是颜值上都是相差不大的。闺蜜要来东大任教，她很开心，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。我看着吃醋的她打趣道：“这恐怕不好办吧？她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老师说的话学生自然是要好好听的。”闻言穆千雪瞪了我一眼道：“我还是辅导员呢，听我的话，懂了吗？”看到将要暴走的穆千雪，我立马道：“放心，穆教授，我一定听你的，有什么事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”穆千雪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接着穆千雪问道：“岛国的病毒你打算什么时候解除？还是就这么放任不管了？”我笑呵呵的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做的那个就是个小玩意，岛国人虽然很垃圾，但还有一些能力不错的黑客，估计这2天他们自己就能解除了。”接着穆千雪就好奇的问我黑客技术哪学的，我笑呵呵的凑上来，直接一个俯身凑到他面前道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看到突然靠近自己的穆千雪，顿时心慌起来。“你想干嘛？”我微笑着说道。“你忘了上回我还欠你一个奖励呢，先还给我，再慢慢告诉你。”只见穆千雪用2只手顶着我的胸口道：“我不用你还了，你走吧。”然后我说道：“那可不行，我是言而有信之人，欠人的账怎么可能不还？”接着就吻了上去。这样的感觉穆千雪竟然并不排斥，甚至内心中还有些享受。看着笑呵呵的我，她心里是又气又笑，一言不合就占便宜，而且还是见缝插针，记性还贼好。接着穆千雪继续追问，但我却不能告诉她黑客是怎么学来的。心思一转，望着穆千雪道：“怎么就这么好奇你男人的实力？要不咱去你房间，我偷偷的告诉你。”顿时穆千雪面红耳赤，就算她之前没有谈过恋爱，也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只见她白了一下我，哼哼道：“我才不想知道呢，你走开。”我笑眯眯的问道：“你真不想知道？关于黑客技术的来由可是非常曲折离奇，我保证你会很感兴趣的。”穆千雪心里想到：“我信你个鬼哦，分明就是想把我哄到房间里做坏事。”接着毫不犹豫的就拒绝道：“大可不必，我不想知道。”我见状心里一喜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总算是稍微的糊弄过去了。临走之前，穆千雪又强调了一遍：“我的话别忘了。”言语中似乎是提醒，又像是威胁。我顿时一愣，有些懵逼。接着她说到闺蜜，于是我认真的点点头道：“放心吧，穆教授，我这个人是你的，心也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。”对于九牧，穆千雪的感情很复杂，没有一如既往的冰冷和冷漠，反而多了几分人间烟火。哪怕是对方惹她生气了，她也不会气多久，转眼就能好。而且心里对九牧总有着若有若无的牵挂，不然也不可能威胁九牧不要跟闺蜜走得太近。穆千雪心里想到：难不成我真的爱上这个家伙了？
正在比赛的篮球运动员突然愣在原地，就连篮球掉落在地上，他们都无动于衷。只见他们齐刷刷地望向一旁，一个个眼神充满了惊骇和渴望。愤怒的裁判员如何吹哨都无济于事。当众人的眼光朝着一旁望过去之时，一个个的如痴汉一样呆呆地看着那边。只见一个美女朝这边走来，1.7米的身高，穿着长靴皮衣，下身则是紧致的牛仔短裤，精致的脸蛋宛如天赐，鼻梁高挺，眼眸深邃，简直不要太完美。而此刻的我却沉浸在手游上分当中。就见美女缓缓地朝我走来，嘴角露出一抹笑容，然后站在了我身后，轻声道：“别玩了，看看谁来了。”但这正是我晋级顶峰的关键时刻，于是我头也不回的道：“谁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子在打团的，别吵我。”但下一秒我就感觉到有些不对，这声音有一些熟悉，而且这香味更加熟悉。我猛地回头，就吓得手机直接掉在地上，望着这恶魔般的女生发出道：“九小西。”只见她冷哼了一声，直接拽起了我耳朵道：“连姐都不叫了，还九小西？谁给你的狗胆？”眼前这个绝色美女就是我的亲姐姐，但在我眼中她就是个魔女，从小鬼精不说还老坑我。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被她坑了多少次，后来她去了北大，虽然高考我是省状元，但为了躲避她，我直接来了东大。九小西欺负我，我是一点都不敢反抗，毕竟家里所有人对九小西都宠得很。旋即她就把我拽了出去，看着呆滞的众人，我笑呵呵道：“你们先比赛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。”但九小西却不耐烦了，直接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，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脸懵逼。这长相绝美的女生竟然跟九牧这么熟悉。此时的九小西拉着我走在路上，无数人看到这一幕眼睛都亮了，不仅是眼前两人的颜值太高，更是因为这俩人很是亲密。被人一围观，我立马挣脱道：“姐，我自己走，这样不好，不利于你找男朋友。”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传到穆千雪耳里，要她知道了说不准就要提刀来见我。好奇的问道：“这时要去哪？”没成想她要带我去见个闺蜜，这让我不禁一愣。要知道九小西的智商很高，跳级都跳了好几次。她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高数了，因为智商太高，她不喜欢跟同龄人玩。这样的人竟然会有闺蜜？看到我的表情，九小西瞪了一眼道：“皮痒痒了是吧？”闻言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接着就带我来到了一个酒店。走吧，带你见见我的闺蜜，她可是你们东大赫赫有名的冰山女神。说着九小西就推开了门，但我却愣在了门口。东大赫赫有名的冰山女神，那不就是穆千雪吗？难不成老姐的闺蜜就是穆千雪？一想到这，我的心都开始打颤了。但没等我仔细多想，九小西直接拉着我走了进去。偌大的包间只有一个女性背影端坐着，哪怕光看背影也知道绝对是个大美人。听到开门的声音，她连忙转过身来：“千雪，好久不见了，想死我了。”说着九小西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九小西就笑呵呵的道：“给你介绍个人，我的傻弟弟九牧，也是你们东大的学生，脑子虽然不好使，不过长得还可以。”我跟穆千雪站在原地直接傻眼了，尤其是穆千雪，当看到我的那一刻，满脸的难以置信，内心已然在呐喊，在崩溃。她竟然跟闺蜜的弟弟暧昧，关键是还一起睡过，这是她头一回遇到这种惊吓的场面。而此刻的我也好不到哪去，自己老姐的唯一闺蜜被我睡了，以后该怎么相处？但这时我忽然想起来，穆千雪之前说过她闺蜜要来教高数，这以后的日子咋过？看着我俩呆滞的样子，九小西好奇地问道：“你们两个认识吗？”穆千雪干咳一声道：“认识，我是她班主任。”就见九小西突然大笑道：“哎呀，我去老弟啊，以后我就是你老师了，缘分啊缘分。”可我却欲哭无泪，都想重新复读了。而且九小西还在帝都买了楼。好巧不巧的是，与穆千雪在一个单元。就在九小西去上厕所的时候，穆千雪无奈地看着我道：“咱们俩的关系暂时别告诉小西，我怕她受不了。”我凑上去说：“有什么办法把她搞走吗？要是让她教我高数，不带1个星期我就得疯。”穆千雪又何尝不想，她叹了口气道：“回头让我琢磨琢磨吧，别太着急。”饭后九小西就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看。当踏入大厅的那一刻，我就被这豪华震惊了。这房子比穆千雪的还要大，这种地段的房子没个2000万根本下不来。这让我跟穆千雪很好奇，搞科研有这么挣钱吗？在九小西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小声地问了问穆千雪，只见穆千雪摇摇头道：“搞科研平时挺忙的，而且工资不是特别高。再说你姐刚工作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工资？”然后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：“穆教授，我感觉我身边的人很奇怪。”穆千雪一愣，有些不明所以。接着我说道：“我感觉身边的人一直在演我，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是普通家庭，但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，我总感觉他们是在演我。高考结束后，我总觉得家里不对劲，悄无声息地多出来一台超跑，爸妈却说是抽奖送的。而我的升学宴也是在苏北最大的酒店办的，来往的一些人我都不是很熟悉，但有一些人我在电视上见过，有什么世界500强公司的董事长，还有一些文坛大佬之类的。我爸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达官显贵？我问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含糊其辞。然后现在就是九小西的这套房子，我家境真的一般吗？为什么感觉这一切都像是在演我？这些话让穆千雪也不由得陷入沉思。这套房子肯定不是搞科研赚来的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我叹了口气道：“算了，等放假的时候好好调查一下吧。”我是自己回学校的，而穆千雪则留下来陪闺蜜。只见九小西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盯着她道：“千雪，我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。”这让穆千雪心里一紧。我发现来东大这么长时间，你的性格和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些变化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刹那间，穆千雪有些慌了。九牧说的对，一定要尽快把他弄走，不然早晚得发现他们俩的事。接着就解释道：“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我才没有。”但穆千雪的解释却像不打自招，她笑嘻嘻的凑上来道：“刚才我还不太确定，现在我确定了。千雪，你就是有喜欢的人了。”刹那间，
穆千雪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能坚持说道：“我没有骗人，你不信就算了。”说完就直接靠在起来。而穆千雪的做法也让九小西动起了小心思，她非得查出那个人的身份才行。她九小西的闺蜜可不是那么好泡的。第二天一早，穆千雪就借着工作离开了。昨天晚上着实给她整出心理阴影了。刚到办公室，她就立马给我发了短信：“你姐已经怀疑我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，情况危险，最近少联系，还有聊天记录切记删除。”这让刚起床的我顿时就愣住了，这是在演无间道吗？还要少联系，聊天记录也得删除。不过穆千雪说的的确是事实，这要被小魔女知道了我就完蛋了。想到这，我抓紧把所有东西都删除了。面对九小西，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。谁能想到一个大一新生竟敢泡辅导员？而我不但这么做了，还让她给我生儿子。但我没想到她竟是我姐的闺蜜。此时的我姐正在寻找闺蜜的意中人，没想到竟要我帮忙一起寻找。但打死姐姐她也想不到，穆千雪和我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。穆千雪一路快步走到办公室，一边走着还时不时的看看后面，确定九小西没有跟踪后，才长舒了一口气。本来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，但刚刚吃饭时我偷偷暗示并约在这见面，叫我来干嘛？穆千雪撅着嘴有些不爽的道。我笑呵呵的站起来解释道：“下午篮球场的事都是我姐胡说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穆千雪冷哼一声道：“跟我解释干嘛？咱俩又没什么关系。”我并没理会她，而是盯着她的眼神，一脸严肃的说道：“咱俩也相处这么久了，但是一直以来，哪怕是吃醋都没有个名分，所以我想请你做我女朋友，可以吗？”看到我这么正经的样子，温和的语气，穆千雪心里在打颤，冰冷的心一下子暖了起来。但身份问题是穆千雪心里的一个坎。我正色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无非是咱们两个的身份问题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只有0.000049。既然咱们遇见了，相爱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下去呢？”一时间，穆千雪心里纠结起来。说实话，她真的有些被说动了。她内心确实是喜欢九牧的，但内心还在纠结。我见状后也不犹豫，直接一口吻了上去。如果对方不反对，那么这就是答案。只见穆千雪一时间也感情上头，那些所谓的理智全都丢弃在一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主动离开了她的唇，柔声道：“别想了，做我女朋友吧。”穆千雪低着头静静地靠在我胸口道：“接着她有些担忧地说道：“我年纪比你大，你们家里人会不会嫌弃我呢？”其实在穆千雪的心里，年纪是一个很大的关卡。我很确定以及肯定地跟她说：“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你只用关心我的感受就行，不用在意他们，每天好好的对我，捏腿捶背送饭，天天这样感动我就可以了。”闻言，穆千雪愣住了，然后直接给了我个白眼，捏着我的耳朵恶狠狠道：“狗渣男，让你长长记性。”顿时我就感觉耳边传来了一股拉力，疼得我急切的求饶。旋即穆千雪放下了手道：“狗渣男，让你在调戏我，还给你端茶倒水捶背揉腿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”接着我笑嘻嘻的道：“我那不是开玩笑逗逗你吗？你放心，在我们家，我的家庭地位还是有保障的，只要我说跟你在一起，就没人能反对。”穆千雪一脸狐疑的看着我道：“那你姐怎么办？咱俩的事要告诉她吗？”我沉吟片刻，决定不告诉九小西，然后尽快找机会把她弄走。晚上两人漫无目的的在路上走着，忽然碰到一对站在不远处接吻的情侣。穆千雪俏脸一红，瞬间放下了牵着的手，然后联想到自己接吻的样子，瞬间感觉格外害羞的道：“咱们走吧，别看了。”说着就拉着我的衣角往回走。但当我们刚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九哥，穆教授。”这让我俩吓得打了个激灵。说话的正是刚刚接吻的那一对，竟然是宿舍的张宇跟他女朋友。得亏我们没牵手，不然肯定暴露了。就见张宇好奇地问道：“你们两个怎么来这里了？”顿时穆千雪俏脸微红，但强装镇定。我连忙倒打一耙开口道：“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在这里？”张宇嘿嘿一笑道：“这不是来陪女朋友吗？”我干咳一声道：“那你知道我跟穆教授来干什么了吗？”张宇果断地摇摇头，他还没来得及思考，我就先声夺人道：“我们是来抓当众谈恋爱的小情侣的，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”张宇瞬间懵逼了，接着我继续忽悠道：“你知道咱们东大是什么学校吗？这是华夏排名前3的学校啊，但是近几年学校成绩有所下滑，校领导一致觉得是谈恋爱导致的。你们这些人当众秀恩爱，势必会引起那些单身狗的强烈不满，到时候大家都找对象，谁还有心思学习？”只见二人顿时有些心慌，我心中一喜，接着说道：“老张，你是我室友，你女朋友也就是我室友的女朋友，你们两个的名字我就不上报给学校了。”听到这，二人瞬间激动了，并没有觉察出来自己被坑了。说完，二人就开开心心的离开了。二人走远后，穆千雪直接笑出了声，看着我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穆千雪不由得想起了九小西，这俩真不愧是亲姐弟，坑人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第二天上午就是九小西的高数课，我毫不犹豫地霸占了最后一排的座位，但整个教室除了最后一排之外，都坐得满满当当的。九小西进来后介绍道：“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高数老师，我叫叶小西。”九小西自己改了个名，是为了让众人发现不了我俩的关系。然后他看向最后一排的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接着就开始了上课。忽然他停下了讲课的内容，看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我道：“有个题有些难度，我看看咱们班是有没有会写的同学。”看到没人回头，他笑眯眯的道：“那我就点一个同学吧。”坐在这一列的最后一名同学，我此刻一脸懵逼的望着九小西，但这却让其他人很是羡慕。我干咳一声道：“如果我不会怎么办？”接着九小西嘿嘿一笑道：“不会就过来站着站一节课。”但他并没料到这道题我会做。我写完最后一个字后笑呵呵道：“叶老师真不幸，写出来了，我可以回去了吧？”就见九小西瞥了我一眼道：“题写的不错，不过最后一排是线不好，不如你坐讲台上吧，我的位置你就坐那。”看着九小西嬉笑的眼神，我无奈的心里骂了一句：“
这节课对众人来说是短暂的，但是对我来说绝对是煎熬的。中午我都没敢去穆千雪办公室，毕竟他俩的办公室挨着，我要是去了肯定要被九小西发现。傍晚7点，我跟穆千雪约定在校门口见面。望着不远处等待自己的九牧，穆千雪开心地跑了过去道：“等久了吧？刚刚为了应付你姐不被她发现，只能和你错开时间。”我笑呵呵地凑了上来道：“今天晚上听我的安排。”穆千雪心里有些紧张，不知道九牧到底要带她去干嘛。不多久，二人就坐在了电影院里。没成想泪点极高的穆千雪却哭得一塌糊涂。在我把穆千雪送到小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穆千雪叫住了我，幽怨的道：“这么急干嘛？这么快就想回去？”我无奈的笑了笑道：“我姐跟你住一栋楼，我这不是怕你被她发现吗？”只见穆千雪白了我一眼，拉着我走到小孩子游玩的场所，两人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约会。穆千雪不想我这么快就走，接着两人就坐在那静静的欣赏月光。我静静的看着她的眼睛，穆千雪的眼眸很深邃很好看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然后身体往前倾。穆千雪感受着嘴巴传来的蠕动感，并没有拒绝，反而开心的迎合起来。正当我要进行下一步动作时，穆千雪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12岁那年我弄丢了妈妈的2000块钱，我老实的给妈妈解释，结果换来一顿毒打。晚上爸爸回来了，又是一顿毒打。洗完澡后，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上了床，结果在床上找到了那2000块钱，然后我抱着辛苦挣来的钱安心的睡了。没成想第二天姐姐就把钱全拿跑了，并告诉我这钱是她拿的，还威胁我不要告诉妈妈。这只是姐姐欺负的我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在我心中姐姐就是个魔女，从小到大都在欺负我，而我一点都不敢反抗，毕竟家里所有人对她都宠得很。没想到的是她跟穆千雪竟然是闺蜜，更没想到的是她竟来到了我们学校任教。为了不让她发现我们两个的地下恋情，我们打算把她从学校赶走。我想到了一个概率不小的办法。穆千雪听后顿时来了兴趣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我嘿嘿一笑道：“很简单，就是让许多男生来追她，人海战术烦死她。”穆千雪换位思考了一下，如果自己被全校男生肆无忌惮的追，那么自己恐怕会很快崩溃。接着穆千雪疑惑的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打算以我的黑客技术，在学校各大贴吧网站发布一个追求计划。毕竟她颜值太高了，而东大有相当一部分男老师单身，这势必会引起一波风潮。听着我的分析，穆千雪眼前一亮道：“我去可以啊，这法子都想得到。”我笑呵呵的挠挠头道：“还行还行。”没成想穆千雪却说：“你念坏的本事跟你姐简直一模一样，不愧是亲姐弟。”然后我想到了什么，立即说道：“对了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劝我姐离开，别说漏嘴了，我对我姐太了解了。你要是一个劲的劝她走，她心里肯定起疑，以她的性子还真有可能就不走了。到时候你得劝她别走，慢慢解决，这样她才会心甘情愿的离开。”穆千雪闻言一脸叹服的道：“我真怀疑以后我是不是被你卖了，还得给你数钱。”我微微一笑道：“放心，这辈子你只会跟着我。”穆千雪扑哧一笑，心里有些小甜蜜。离开时我直接一口便吻了下去。穆千雪只是象征性的反抗了几下，然后就乖乖的落入我的怀抱中。之后她幽怨的看了我一眼，哼哼道：“狗渣男，抓紧走。”我笑嘻嘻的道：“我是狗渣男，那你岂不是狗？”我还没说完就被穆千雪用手堵住嘴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再敢胡说我就打你。”我笑着道：“那我就先回去了。”夜晚回到宿舍后，我就开始准备姐姐的资料，稍微编辑了一下我就发给了穆千雪。要是让我姐知道，估计得气得吐血。一个自己深交多年的好闺蜜，一个自己亲爱的弟弟，这两人竟合起伙来要把自己弄走。想到这我开心的笑了。第二天学院篮球比赛，我在球场的表现让教练看到了，我以一己之力让对方落后了16分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教练走了过来，并说想让我参加国家队，但穆千雪却干咳一声道：“你们这个训练要在哪里训啊？”教练说到在国家队集训的地方，而且要进行几个月到1年的封闭式训练。这让穆千雪心中有些不爽，毕竟两人才刚刚开始谈恋爱。她有些担忧的看着我，我看到她眼神的不舍后直接拒绝了，这让教练心中很不解。毕竟进入国家队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，但却被我给无情的拒绝了。看着我俩离去的背影，他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么一个打篮球的好苗子，因为爱情就放弃了，可惜了。”这让他身旁的人大感震惊。东大的冰山女神竟跟一个学生恋爱了，但他们也不敢随意乱说，毕竟穆千雪的背景并不简单，成年人的世界能不得罪人就千万不要得罪。另一边走出校门后，穆千雪问道：“你刚刚为什么不答应他？”他俏脸微红，看起来有些紧张。我笑呵呵地看着他道：“你就这么想让你男人走啊？”穆千雪忽然一愣，尤其是你男人那3个字，仿佛有无限魔力一样在他内心发酵，接着说道：“没有，我只是好奇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会放弃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眸轻声道：“因为你啊，我要是走了，你一个人在东大多寂寞，这不是守活寡吗？”穆千雪顿时俏脸一红。周五晚上我开始了黑客行动，这时的九小西正跟穆千雪在看电影，回来的后九小西突然呐了一声，原来他看到了贴吧里的消息，随着他一条一条的往下翻着评论，脸色愈发难看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发出来的，我一定要他好看。”穆千雪看着他满脸愤怒的道：“这人怎么能这样啊？舔狗舔的也太没底线了！你说你个人爱好什么的都被学生知道了，要是有几个不要脸的非得来追求你死缠烂打，那生活岂不是……”说到这，穆千雪戛然而止，而九小西整个人都开始慌了道：“千雪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要不走了算了。”事到如今，九小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但穆千雪还记得我之前交代过的话，他干咳一声道：“你才刚来东大就这么走了吗？要不咱想想别的办法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九小西叹了口气，眼
神悠悠。此时的我也收到了姐姐发来的消息，她要我去家里一趟，我并没有问什么原因，一路上脸上都带着笑容。到家门口时才换了另一副面孔。姐这么急叫我来干嘛？九小西抬头悠悠的道：你没看手机贴吧吗？我一脸纯真的摇摇头道：没啊，我在寝室打游戏呢。饶是九小西聪明绝顶，也猜不到那个舔狗就是我伪装的。接着就见九小西冲我一顿输出，而我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道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一旁的慕千雪干咳道：你先看一眼贴吧。于是我就掏出手机，一脸好奇的看了起来。30秒之后，我激动的道：我靠，姐你火了呀！一条帖子3万多条回复。而九小西此刻却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好什么好，这丫的就是社会性死亡，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倒的，我一定把他脖子扭断。闻言我不由得觉得脖子一凉，这件事不但不能被他发现，而且还得赶紧把他弄走。接着我问道：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九小西一转头看着我道：我叫你来就是想要你的建议。我沉吟片刻，小心翼翼的道：说不定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呢，要不再在东大待一段时间，互联网嘛几乎都是短暂的。九小西沉吟片刻也算稍微冷静了，他点点头道：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先静观其变吧。没多久我就离开了，但我并没有回学校，而是去了慕千雪家。过了一会，慕千雪就回来了，我笑呵呵的问道：我姐的情绪还可以吧？慕千雪点点头道：还行，不过她都已经打算要走了，你怎么又劝留了？看着慕千雪不解的样子，我笑呵呵的摇摇头。我跟九小西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，所以我太明白此刻九小西内心的想法了。此时她的内心还是不坚定的，根本就没有坚定自己要离开东大的想法，所以这时候劝她离开，九小西大概率是不会走的，甚至就算走了，短时间内也会回来。必须要让她感到社会的险恶、舔狗的可怕，这样她才能真正的离开。慕千雪闻言连连点头道：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而我笑着说道：什么都不干，让子弹飞一会。慕千雪看着我运筹帷幄的样子，扑哧一笑道：你要是出生在古代，绝对是个玩弄人心的阴谋家。我笑呵呵的说：小了格局小了。而慕千雪看着我一脸坏笑的样子，就你心眼多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走。但我却坐在原地不动道：急什么？我晚上正好没吃晚饭呢，就在这吃完再走吧。可慕千雪却怕九小西突然下来，但我对姐姐的生活特点再了解不过了。解释了一番后，慕千雪笑着道：没想到啊，你们姐弟俩这么情深，你真够了解小西的。我无奈的耸耸肩道：从小到大我已经被他欺负了这么多年，要不长点心眼那得被坑多少次。为了不让他发现我们两个的地下恋情，我们打算把他从学校赶走。在我用黑客技术行动后略见成效。这天上午是慕千雪的课，上完课后他就急匆匆的把我喊到办公室。我看着他脸色有些不对，好奇的道：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慕千雪深吸了一口气道：告诉你一个重大的消息，你姐要走了。慕千雪的话宛如一道惊雷，直接把我好好的震了一下，紧接着内心狂喜，但激动之余我立刻冷静下来道：你怎么知道的？会不会是他骗你的？慕千雪沉吟片刻道：应该不会吧，他这2天过得挺艰难的，吃饭上课都有好多男生来找他，而且联系方式都被家暴了。正在我高兴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魏姐怎么了？咋突然给我打电话？电话另一头九小西哼哼道：别提了，你们学校舔狗太多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故作震惊的说道：姐你要去哪里啊？能不能不走啊？我有点舍不得你。就见九小西冷哼一声道：我丫的还不知道你早就盼着我走吗？算了不说了，上飞机了。随着九小西挂断了电话，我激动的直接把慕千雪抱起来了。我靠，他走了，他终于走了。被我这么抱着，慕千雪顿时俏脸一红。晚上我来到了姐姐留下的房子，正当我激动白嫖了一套房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这是一条银行卡显示的短信，银行卡账户收入10万元，竟然是老妈给我打的。我身体有些颤抖的拨通了老妈的电话，不多时电话便接通了。儿子怎么给老妈打电话了？听到老妈的声音，我顿时有些激动的道：嘿嘿嘿，老妈有没有想我？我满心欢喜等待老妈的回答，没成想对面却略显敷衍的道：还好吧，儿子啊，你要是没事我就先挂了，老妈这边还有事呢。我干咳了一声，连忙道：老妈，刚刚是不是你给我打钱了？对啊，1000块，下个月的生活费。我疑惑的问道：不是10万块钱吗？然后就听老妈干咳了一声，不好意思的道：抱歉啊，儿子，打错了，多输了2个零，你看要不给我转9万9？我有些郁闷的问道：老妈，咱家咋这么多钱？你跟我爸不会是贪了吧？老妈有些无语的叹了口气道：算了，儿子，你也长大了，老妈也不瞒你了，其实你是富二代。从小到大我一直的认知自己就是个普通家庭，老爸开的车也就10几万的普通车，住的房子也不大，而且还得每月交月供，现在竟然告诉我是富二代。我连忙担心急切的问道：老妈，你跟我爸是不是出事了？没必要这么骗你的儿子，你俩不会是贪污被发现了吧？是不是要进去了？老妈叹了口气解释道：我没骗你，之前你还小怕影响你学习，所以一直没告诉你。我跟你爸提前在魔都给你买了套房子，还让你姐把房钥匙给你了，房本上写的也是你的名字。顿时我整个人都懵逼了，我又被我姐给坑了。正当我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老妈道：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。对了，国庆别回来，家里没人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顿时我陷入了呆滞中，我竟然被全家演了10几年。来到慕千雪家吃饭时，她注意到了我的不对劲，我望着她一本正经的道：我有个事要告诉你，其实我刚发现我是个富二代。只见慕千雪一脸疑惑的看看我道：你是不是做梦了？没事，你家境一般我也不嫌弃你，反正我有钱养你足够了。听到这话我心里竟有一丝丝感动，我叹了口气道：我真没骗你，刚刚我妈打电话跟我坦白了，楼上这套房子其实是他们买给我的。慕千雪顿时惊了，疑惑的问道：这都快20年了，你竟然没发现？我干咳一声道：他们演的简直太像了，我压根就没察觉。慕千雪望着我道：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当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？
闻言后，我笑呵呵的摇头道：“那太没意思了，人生总是要有些追求的嘛。我的理想还没实现，我们决定假期去三亚旅游，但酒店机票很难订。可穆千雪却说她能搞定。晚上等我离开后，穆千雪就给一个男人打过去电话，她丢掉了所谓的冰山女神包袱，笑嘻嘻道：老爸帮我个忙。原来她是请老爸帮她订机票酒店。这么多年，穆千雪一心扑在科研上，几乎很少求穆天安帮忙。听到穆千雪要跟朋友去三亚玩，朋友这两字瞬间让穆天安眼前一亮。就当他要追问的时候，穆千雪撅了撅嘴，哼了一声道：老爸，咱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的事你不许干涉，所以你不问我不说。这让穆天安叹了口气道：行吧，老爸不问，不过要注意安全，有什么事及时联系我。三亚那边我还是有些关系的。直觉告诉穆天安这个朋友很可能是男生，所以他就直接订了2间总统套房。他打定主意一定要查查这个人是谁，家境不家境的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人品。他家的企业在整个华夏都是赫赫有名的，而且他就这么一个闺女，选丈夫必须要人品好有能力的。而另一边的我正在跟宿舍的兄弟们喝酒，结果一觉醒来已经9点20了。原本几个人想第2节课再去的，可想到是穆千雪的课，他们不敢这么干。毕竟穆千雪的严厉在整个东大都很出名。要知道之前有个学生逃课，直接被穆千雪教授的课，怕什么？听我的接着睡。第2节课再去上课。另外几人却顿时愣在当场，看着我悠哉的样子，他们不敢模仿。3人奔跑到教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。穆千雪只见他们3人眉头一皱：你们3个干嘛呢？为什么迟到？还有九木呢？他为什么没来？只见张宇干咳一声道：穆教授班长生病了，我们3个在寝室照顾他。其他2人听闻也连声附和道：对，是的。穆千雪心里满是焦虑，但也不敢表现出来。怪不得昨晚上给我发信息也没回。他干咳一声道：九木生什么病了？严重吗？张宇干咳一声道：挺严重的，就是发烧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呢。穆千雪顿时瞪大了双眼，他有一种想要立即下课去寝室的冲动。这时唐猛连忙站出来说道：现在还好，喝了药，烧已经退了，就是有些四肢无力，在床上躺着呢。闻言，穆千雪心里舒了口气，并没有责怪3人。虽然在是讲课，但心里满是九木，生怕他出什么事。下课后，张宇立马给我打了电话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除了感慨他们3个坑逼我，竟然无话可说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接通后，就听到穆千雪急切的声音：你在哪呢？生什么病了？有事没事啊？你说话呀！为了掩护宿舍3个人，我只能装作语气虚弱的说道：昨天晚上不小心着凉了，有点发烧，现在在寝室躺着呢，不过没啥事，问题不大。本来就有些乱了分寸的穆千雪，此刻更加分辨不出来真假，她顿时焦急起来，连忙道：那我现在去给你送点药吧，你在寝室等我。这让我直接快吓尿了，这要让他看到我的样子，肯定能发现自己是装病。于是我急忙道：不用了，我早上吃过药了，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，现在打算去教室上课了。穆千雪听闻连忙道：上课就别去了，我让你室友回去照顾你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美滋滋的睡了起来。傍晚7点多，我装着虚弱的样子来到穆千雪办公室，随后穆千雪就急切的关心起来。接着穆千雪就把我接回家要照顾我，我装作一副虚弱至极的样子。穆千雪搀扶着我走到自己的卧室，接着就给我脱掉了鞋，让我躺在床上休息。她柔声道：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去做饭。在她刚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说道：能不能先别走，陪我一会，我想你。说着我的眼眶像是红了一样。穆千雪一瞬间就破防了，坐在床边轻柔的道：我不走，陪你待一会，等会再去给你做饭。然后我艰难的往一边挪了挪道：你也躺一会吧，咱俩安静的躺一会。穆千雪沉吟了片刻，并没有拒绝，毕竟此时的我在她眼里是个虚弱的病人。在她躺下后，我直接搂住了她的脖子，把头埋在了2团白嫩馒头中，这让穆千雪俏脸一红，胸前的瘙痒是她从来没感受过的。她嘤咛了一声，轻声道：头别埋在那里，这样不好。我虚弱的道：千雪，我好头晕，就想趴一会好吗？穆千雪虽有心拒绝，但却无法说出口。一时间房间里的气氛不由得有些暧昧。足足4、5分钟后，穆千雪借着做饭的理由逃了。望着她逃似的背影，我心里有些得意，旋即闭上眼装作睡觉起来。不知不觉中就真的睡着了。在我睁开眼看到站在身旁的穆千雪，顿时不由得打了个激灵。接着我继续装作虚弱的样子去吃饭，少吃了一点后，我便问道：对了，你这里有雄黄酒吗？穆千雪眉头一皱，摇头道：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于是我开始忽悠道：雄黄酒能治发烧，你不知道吗？显然穆千雪信了，要下去买，可我却拦住了她，说点外卖就可以了。穆千雪自然没意见，转而去洗澡了。她洗澡的时间挺长的，正好等会东西到了就可以瞒过她了。毕竟我买了一盒小玩意，不能给穆千雪看，不然那就是打草惊蛇了。可没成想后面的事却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把雄黄酒放到桌子上，然后把一盒杜蕾斯放进床头柜。正当我做完这一切时候，穆千雪出来了。只见穆千雪穿了一身睡衣站在我面前，浑身上下透着淡淡的幽香，有些惹人浮想联翩。见酒到了，穆千雪问我怎么弄，我装模作样的道：切一点生姜放到碗里，然后用雄黄酒泡一会喝下就行了。穆千雪捏着鼻子道：你确定这玩意能喝吗？我看着杯里的东西也是有些打怵道：你确定你泡的时候比例放对了吗？只见穆千雪一脸懵逼，然后我接着道：这种类似于中药，最看重的就是比例了，你先尝一口，看看是什么口感。穆千雪有些狐疑的盯着我道：你没骗我吧？这能喝吗？我接着装作虚弱的样子叹了口气道：我都这样了，忽悠你干啥？又没有什么好处，这东西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穆千雪闻言也是点了点头，就算这家伙忽悠自己，貌似也没什么好处。他没多想就喝了一口，当烈酒入喉的一瞬间，穆千雪顿时感觉鼻腔口腔都像是被打开了一样，那酸爽简直是绝了。带着酸爽的样子，穆千雪说道：你赶紧喝了吧，喝完发烧说不定就好了。我心里悠悠的叹了口气，但是
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，于是我闭着眼喝了下去。顿时我感觉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了升华。接着穆千雪好奇地问道：怎么样？我旋即干咳一声说道：我感觉肚子里像是在燃烧，估计明天发烧就能好了。过了一会，穆千雪看了一眼时间道：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但我不打算走，有气无力的道：我还是感觉有点头晕，可能走不了了。穆千雪也没迟疑，开口道：我开车送你回学校吧。我早猜到穆千雪会这么说，于是我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行倒是行，只不过你刚喝完酒能开车吗？这算酒驾呀。顿时穆千雪傻眼了，旋即穆千雪开始思考起来。看到穆千雪思考的小眼神，我顿时感觉不对，必须得打断她。于是我摇摇欲坠的站起来道：算了，要不我还是直接走回去吧，如果走回去路上不撞到车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说着我就假装摇摇晃晃的往前走。顿时穆千雪就站起来了，她轻咬嘴唇，沉思了片刻道：算了，今晚你就在我家睡一晚吧，我再去给你铺个床出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去洗个澡吧。洗完后穆千雪道：你去睡觉，把床给你铺好了。我微微一笑道：头发还没干，不着急睡，先去你房间聊一会吧。穆千雪略微迟疑，然后点点头。然后我建议看个电影，我们选择的是个爱情片。当剧情达到高潮的时候，穆千雪的脸腾一下就红了，她下意识地瞥了我一眼，没成想我也正在看着她。一瞬间穆千雪的目光就变得柔和起来，接着我就一口吻了下去，然后手就开始不老实了，不停地扒拉着衣服裤子。不到半刻钟，身上除了内衣就什么也不剩了。当我打算把最后一道防线也拉开的时候，穆千雪像是忽然惊醒了一样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道：我们不能这样。可我就像是箭在弦上一样，不得不发。我凑到穆千雪的耳边说道：没事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忍不住了。穆千雪顿时全身上下都是滚烫的感觉，浑身上下的欲望告诉她要放纵自己。可是咱们没有那个，要是怀孕了怎么办？我闻言心里知道穆千雪这是松口了，然后我就打开了床头柜，掏出一盒套。顿时穆千雪瞪大了双眼，一脸难以置信。正当她疑惑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东西的时候，我直接用嘴堵住了她的思考，然后炙热的手在她身上摸索，褪去最后的那一道防线。顿时穆千雪整个人仿佛软化了一般，身子宛如一滩泥水瘫软在床上。我连忙打开雨伞，开始了探索之路。一时间房间里的气氛达到了顶点。第二天上午，东大教室内，我的舍友们比较担心，怕我出什么事，决定如果中午12点前没消息就报警。上午11点多，我们终于睡醒了。就在穆千雪去做饭的时候，我打开了手机，好家伙，短信直接99加的信息，原来是宿舍的三兄弟比较担心我出什么事，这让我心里有些感动。可收到消息的张宇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他怀疑我是被绑架了，非要视频。但此刻的我正在穆千雪房间，所以二话不说就挂断了，然后打字回复道：我现在有点事，有什么事直接给我发信息，别视频了。但他们三人却更是怀疑我被绑架了，于是开启了视频轰炸。我只能走到走廊接通视频，可没想到这三个坑货没有关掉声音，而且我听到教授的说话声。后排那三个同学，你们站起来，跟谁打电话呢？我抓紧挂断了视频电话，以防被教授逮到。很快就到了国庆假期，我跟穆千雪坐上了飞机，踏上了三亚旅途。落地后竟然是穆天安安排的司机来接的。我比较担心我俩的事情暴露，但穆千雪却并不在意。这段时间以来，穆千雪基本上也认定了我，无论是人品也好，还是个人本事，她都觉得我是无可挑剔的。就在我们走进酒店的时候，司机拿起电话说了3、4分钟才离去。而我们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，一个纨绔突然搭讪要加穆千雪好友。穆千雪最直接冰冷的道了一声滚，但纨绔李阳阴沉着脸冷哼道：美女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加好友，不然今天别想轻易离开。纨绔李阳在魔都也是名气不小，但我看到穆千雪被威胁站了出来的，怎么威胁我女朋友？看来你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。可李阳深知作为纨绔脸面不能丢，说道：你是她男朋友，横什么横？老子李阳，河阳集团知道吧？我爸的河阳集团在华夏也算是鼎鼎大名的集团了，但我却还真不知道这玩意。于是我冷哼一声道：鬼知道什么河阳不河阳的，我告诉你一点，再敢对我女朋友出言不逊，我让你躺下倒地不起的那种，你懂吗？顿时李阳怒了，但他也不是傻子，看着我身高体型，只是冷哼一声：牛逼什么？有本事回了魔都，我让你好看。说完又看了一眼穆千雪道：你等着，到时候有你求饶的时候。看到他威胁穆千雪，我直接一脚踹了出去。李阳躺在地上干咳了2声，嗓子仿佛有一股甘甜涌动，他眼中满是怒火的站了起来：你很好，今天老子绝对不会轻易让你走出这里。还有那个婊子。正当我接着要动手的时候，穆千雪拉住了我：算了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，这种人就是疯狗，别闹大了。穆千雪知道我很能打，担心我把他打出什么事来，毕竟对方的老爸李二和穆千雪也略有耳闻，虽然和穆天安相比差远了，但也不是一般人。见状我盯着李阳道：你要是磕头道歉，今天的事就这么算了。但李阳站在原地一脸傲人的道：老子就不道歉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接着我就直接抓住了他的衣领，然后一巴掌朝着他的脸扇了下去。看着李阳肿胀的脸，我冷笑一声道：知道错了没？此刻的李阳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，他在魔都见过的狠人也不少，但是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。正在这时，酒店经理林业走了过来，李阳仿佛看到救星，一眼激动地喊道：经理，这里有人打人。林业眉头一皱道：这位先生，我们酒店是不让打架的。我松开李阳，轻笑一声道：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不过他刚刚侮辱我女朋友，作为男朋友自然不能轻易罢手。这时穆千雪缓缓地走上前来道：你就是林经理吧？我父亲叫穆天安，对我说过你。林业顿时就明白过来，赶忙激动地道：原来你就是穆总的千金，久仰久仰，穆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没想到在这遇见了。
实在是不好意思。穆千雪轻轻一笑道：“林经理客气了，只不过这个人影响了我和我男友，而且还侮辱我。”只见林烨冷着脸看着李阳道：“你影响了本店的贵客，还请离开。”李阳顿时就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林经理家父河阳集团李二河，这个人林烨并不陌生，但在林烨看来，河阳集团和穆天安完全就是两个概念，根本没法比较。”于是林烨平静地说道：“抱歉，没听说过，还请您赶快离开。”然后就带着我们来到了贵宾房间。就在我们震惊酒店豪华的时候，穆千雪的手机响了。当她看到来人电话的时候，顿时惊住，原来这是穆天安来的电话。穆千雪怀疑应该是父亲知道他俩的事了。接通后，穆天安道：“千雪啊，老爸听说你谈男朋友了。”穆千雪看了我一眼，见我面色如常，索性也就没隐瞒，对谈了。电话那头穆天安瞬间一滞，接着问道：“你那个男朋友现在在不在你旁边？”穆千雪看了我一眼道：“不在。”然后穆天安就开始洗脑道：“既然你男朋友不在你身边，老爸给你说点心里话，整个男人那都是下半身决定思考的动物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这让穆千雪顿时很懵逼的道：“不是很清楚。”而我听到这话后差点没笑出来，然后我拍了拍他，再指了指二弟。顿时穆千雪俏脸一红，说道：“我好像懂了。”然后穆天安干咳一声说道：“你懂就好。所以说呀，你要跟男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尤其是大晚上的时候。还有啊，男人最会骗人了。”穆天安叨叨的说了得有半个小时，好不容易穆千雪挂断了电话，望着我哼哼了一声道：“我爸说的就是你这种人骗子。”我一脸无辜的道：“我可是大大的良民，你看我连说谎都不会，怎么会骗人呢？”面对穆千雪怀疑的眼神，我嘿嘿一笑没有解释。而此刻的穆天安却满脸担忧。假期我们来到三亚度假，没成想刚打完游戏就被老丈人查房，但我并没有见过穆千雪的父亲，于是我把他当成坏人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看到这一幕的穆千雪大惊失色道：“这是他父亲。”顿时我就石化在当场，直接社死。好在穆天安并没有计较这事，但为了防止我半夜找他女儿做游戏，他还是提出晚上要跟我睡一个屋子。为了接下来几天的幸福生活，我必须得让穆天安自己主动离开。在穆天安洗澡的时候，我向穆千雪打听了他父亲的习惯，制定了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。第一步先是伪装打呼噜，睡觉极浅的穆天安只能蒙着头睡觉。接着我就进行第二步梦游，我闭着眼装作梦游的样子，直接拿起一把台灯摔在地上，巨大的声响直接把穆天安吓醒了。但很快我就又走回到床上假装睡觉，这让坐在床上的穆天安一脸懵逼。我知道这些并不会让穆天安主动离开，于是趁着父女俩游玩的时候接着行动。我来到网吧，利用黑客技术制作了个颜色视频，并把声音和画面直接加大，而且放到手机上返回不掉还关不掉。中午12点，酒店老板亲自送来午餐。这时穆天安的手机如同狂轰乱炸一般响了起来。酒店老板好奇地问道：“穆总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信息？您要不先看看？”只见穆天安点开手机一看，直接99加的消息。他好奇地点开了其中一条信息，下一刻一道极为妖娆的声音响起，顿时整个房间听得一清二楚。穆天安整个人瞬间傻眼了，顿时老脸一红，他连忙按着音量想把声音调小，然而却没有任何用处。一旁的我见状立刻站了出来道：“穆叔，我来帮您。”穆天安一愣，旋即投出一个感激的目光道：“叔也不知道手机到底是怎么了，无缘无故就放出来了这些东西。”我干咳一声，笑呵呵道：“穆叔您放心，我知道您的为人，绝对不是看这种颜色小片的人。”顿时穆天安一脸激动的道：“小伙子，像你这么有眼光的年轻人不多了。”然后我装模作样的按了几下返回键，最后直接按下了关机键。只见小电影消失不见了。穆天安见状心里长舒了一口气。此时穆千雪也是好奇的道：“爸，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呀？”穆天安摇摇头，有些愤恨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点了一下那个信息就出现了。”这时酒店老板也一旁附和道：“我觉得一定有人在搞恶作剧，故意迫害穆总的形象。”接着我赞同点了点头道：“穆叔，你商业上有没有什么敌人之类的？”听到后穆天安沉思了起来，我决定要祸水东引，再添一把火道：“穆叔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！您想想，今天是您运气好，在酒店房间才打开的这个信息，但您要是在大街上打开呢？”听闻后穆天安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要是被有心人拍照发到网上，到时候公司的股价必然会一泻千里。想到这雷厉风行的穆天安决定要回京都，他是那种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，一旦有人想要对付他，他一定会10倍乃至100倍的还回去。在他离开前，脸色露出了些许笑容道：“九木啊，今天的事还是谢谢你，等回头让千雪带你去京都，穆叔一定好好招待招待你。”这让我心中一喜。穆天安这话算是承认了我的身份，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整个京都将会因为我的做法爆发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穆千雪选了几张照片并配上文案发了朋友圈，接着他问道：“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”见我摇头，穆千雪俏脸一红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今晚月色很美的意思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月色才是最美的，其实就是含蓄的表达我爱你。”就在这时，穆千雪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道：“你姐发信息了，我怎么回？”我沉吟片刻道：“你就说跟你爸一块来的。”但没成想九小西却要来找穆千雪，于是我直接反其道而行之说道：“行啊，你来吧，不过这里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就那几个地方晒得要死，我都晒黑了好几度。”果然九小西看到后就熄灭了来三亚的打算。美好的时光一闪而逝，7号下午我们就飞回魔都。但就在我拿钥匙打开门的时候，我发现家里有人进去过，因为门之前是反锁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就在我们小心翼翼地往里走的时候，一道纤纤身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脸上充斥着一丝丝的邪意和不爽。站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九小西，我甚至都闻出一丝不寻常的杀气。“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就见他微微一笑，看着我俩笑呵呵的道：“这话不应该问你们吗？怎么还一起来了？你们俩的假期去哪了？”虽然此刻的穆千雪一言不发，但她颤抖的双手已经出卖了他。
我干咳一声道：“我跟穆教授是刚刚楼梯上遇到的，他说要来咱家看看，我就领他上来了。”穆千雪这时也赶忙接过话茬道：“我刚跟我爸从三亚回来，这部电梯里遇到九木，就想着一块上来看看。”就见九小西嘴角微微上扬道：“九木你呢？国庆假期去哪了？”我笑呵呵的回道：“姐我回家了，但是咱爸妈都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在家待了个寂寞。”九小西也不反驳，拿出手机道：“千雪，这是你的朋友圈对吧？三亚挺好玩的吧？”穆千雪看了我一眼，她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但事到临头只能顺着话说道：“还行，挺好玩的，就是晒黑了点。”然后九小西平静的点点头，然后打开手机道：“我那愚蠢的弟弟，你看看这个救人的英雄是谁？”我没有任何慌张，反而瞪大了双眼道：“我靠，姐这是谁啊？为什么跟我长得这么像？咱爸是不是在外面有私生子了？不行，我得给老爸打个电话。”九小西冷冷的看着我道：“演继续演，接着演，咱家的表演基因你是完美继承了。”见状我摊了摊手道：“果然还是没有瞒过老姐的火眼金睛，被你给发现了。我就说嘛，不要瞒我姐，难道我姐知道咱俩在一起还能阻止啊？那肯定不能啊，这可是我亲姐，作为弟弟的我谈恋爱，她老人家必然是得大力支持，你说对吧姐？”顿时二女直接愣在当场，关键时刻这货竟然直接甩锅。但很快九小西就反应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是怎么开始的？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。”我干咳一声，把全过程大概说了一下。就见九小西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猛然发问道：“等等，你们俩从一开始就在一起了？那我离开东大的事和你们两个有没有关系？”我闻言心里一紧，但我也知道这时候千万不能露出马脚，于是我放松了一些，眼中满是无奈道：“哎姐，如果你觉得是我做的，那就是吧。我知道我和千雪偷偷在一起，让你觉得我们像是欺骗了你一样，但是我们也是有苦衷的呀。”看到我声泪俱下的样子，哪怕是来兴师问罪的九小西也不由得愣住，心里竟然不由得有了一些愧疚。姐也不是故意怀疑你的，就是问问，其实姐的内心还是相信你的。见九小西道歉，我就开始了反攻。就见我眼神再度悲凉起来，道：“哎，算了，姐你就没打算相信我，一直在骗我。这房子明明是老爸老妈给我买的，你却说是你的，还骗我打扫卫生。在苏北市这么多年，你跟爸妈偷偷出去吃香的喝辣的，骗我说咱家是普通家庭，如同泉水般涌出来。不是，九木，你听姐解释，不是的，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爸妈还有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其实我们也没怎么享受，毕竟爸妈也不是享受的人，他们喜欢过普通的生活，但实力不允许啊。”这让穆千雪吃了一惊，眼神中满是好奇，但我却闪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道：“姐，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你还会骗我吗？”九小西忽然想起小时候自己这个弟弟就是因为太相信自己，被自己坑了好多回，但他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信任自己，顿时愧疚不安慌乱的情绪在九小西脑海中回荡。紧接着他眼神坚定道：“放心吧九木，以后姐姐一定相信你，绝对的信任。”我直接大步踏出，紧紧的抱了抱九小西，接着我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姐，我跟千雪在一起是害怕你不同意，所以才选择隐瞒，真的没有恶意的。”还没说完，九小西就连忙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，所以我不怪你。再说了，你们一个是我亲弟弟，一个是我的好闺蜜，你们能在一起也是缘分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京都了。”说完，九小西就提着行李离开了。看到九小西的车子走远了，我笑嘻嘻的瘫在了沙发上，脸上满是笑意和激动。穆千雪瞪大了双眼，难以置信的道：“你刚刚是在演你姐？”我嘿嘿一笑，并未答话。第二天上午第一节就是穆千雪的课，我早早的抢到了第一排的位置。正在我低头看书的时候，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我猛地一惊，旋即抬起头，原来是白子纯。正当我俩说话的时候，穆千雪进来了，而且一进门就看向我。当看到白子纯在我身边，她瞬间就不爽了，但下面都是自己的学生，穆千雪也没办法，只能干咳一声道：“行了，所有人都回自己的座位准备上课。”白子纯走后，穆千雪不露痕迹的瞪了一眼我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我知道大家假期过得很快乐，但到了学校心都要收一收，不要在上课之前乱窜说话。来学校是学习的，不是你们勾三搭四的场所。”听到穆千雪的话，还有她不时来回瞥我的眼神，这完完全全就是奔着我来的。接着穆千雪便有些不爽的开始上课。临下课时，穆千雪说道：“咱学校最近来了一个节目组宣传节目，叫超级演说家，想报名的可以关注一下。”行了，下课吧。九木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到办公室后，我麻溜的把门关上了。穆千雪坐在位置上，冷眼看着我，我笑嘻嘻的坐下来说：“好大的醋意啊！”就见穆千雪白了一眼，然后小手放在我耳朵上用力一旋：“行啊，当着我的面还敢勾三搭四，你胆子是真不小啊！”我连忙解释道：“不是啊，我是冤枉的。”穆千雪冷哼一声，拿出一张表：“给填了吧。”穆千雪竟然要我参加超级演说家，在我签完名后就把我赶了回去。周六上午预选赛在学校轰轰烈烈的开展，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穆千雪给我的不是报名表，而是内定表。晚上我熟练的来到穆千雪家里，开门进去时，穆千雪已经洗完了澡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穆千雪见我来也没有丝毫的意外，看了我一眼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次节目改变了规则，变成了直播的形式。明天每个大学组成一队，通过抽签决定对手，而所有的演讲题目都是开始演讲前30分钟才给的。我并不在意这些。第二天，当我们站上舞台的时候，顿时很多人就认出了我，毕竟在三亚救人的事在网上很火。而最震惊的还是大明星宋薇薇，当她看到我的脸的时候，感到一种猛烈的熟悉感。她觉得我跟她的一位故人很像。随着抽签，东大的对手是浙大。主持人介绍到，此次的比赛采用积分制度。所谓的积分制度，就是给每个队伍20个积分，然后队伍自行分配，赢了就可以获取对方的积分。在会议室商量的时候，我提议把所有的积分都给我，这让其他4人都懵逼了。接着我就详细的向他们解释了一下，但张巡眉头一皱道：“为什么把积分都给你？若论实力，陈姑学长最强。”我闻言也不生气，慢悠悠的道：“想要获胜就得出其不意，连你都知道陈姑学长实力很强，对手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积分给我第一个上场，对面必然放松警惕。如果我赢了，接下来你们就可以随意发挥了。我对自己的实力有把握。”陈姑盯着我看了一会，便同意了。陈姑知道我是内定过来的之后，就明白了一些东西，毕竟内定资格只有校长才有，能让我内定过来，说明我必有一些过人之处。再加上我眼神中坚定的样子，陈姑就知道我整个
个人绝对不简单，所以他选择相信我赌一把，毕竟输赢都是我一个人在背，我都不怕陈姑，自然就更不怕了。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时候，当我出来的那一瞬间，直播间里瞬间迎来了无数的好评，毕竟我救人的画面还在众人脑海中历历在目。然而最奇怪的还是坐在嘉宾席上的宋微微，从我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熟悉。当我说出名字的时候，他找到了原因，原来他追求过我的老爹，甚至愿意当小三当情妇，但我爹实在是太坚定了，一门心思要和青梅竹马在一起，连宋微微当小三的心思都拒绝了。要知道以宋微微的颜值，都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女神。不过宋微微看着我的样子，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父亲，眼神中满是激动。此时比赛开始了，对手是个女孩叫张雪，她演讲的主题是奋斗。演讲完成后，整个会场全都震撼了。而我演讲的题目是梦想。奋斗这两个字很大，能说出很多东西。要知道最近几年华夏风日趋严重，尤其是普通民众百姓更追求国风，而想要战胜国风，我必须另辟蹊径，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大家都说哭。看到现在的场景，我知道自己赢定了。果然61比39，我胜出了比赛。但此刻队友们却是异常的激动起来，对面这大的几人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。只见唐猛嘻嘻一笑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你们输定了。”对方那个被叫做全哥的这大男生忽然心里一紧，仿佛猜到了什么一样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主持人就笑着道：“接下来请揭晓张雪同学身上携带了多少积分。”下一刻，张雪从身上掏出来了3张积分卡。就在让我拿出积分卡的时候，我突然笑了起来。电脑前的穆千雪看到我整个笑容，内心隐隐有一种猜测，这家伙真有那么疯狂吧？不会拿了全队的积分吧？此时我缓缓地从身上拿出来了积分。当他们数到20张积分卡的时候，一个个全都愣住了。那些观众一个个不由得看得傻了。而最懵逼的还是这大的队伍，原本觉得输一场也就3个积分而已，但没成想第一轮就被淘汰了。饭后穆千雪盯着我说道：“这个节目你好好表现，到时候还能整一波保研名额。”但这让我突然愣住了，道：“保研？我要那个干什么？我就没打算读研。”只见穆千雪白了我一眼道：“谁让你保别的学校研了？你就读本校，到时候我做你导师。”听到这我差点没喷出来。以穆千雪的地位完全可以独立带研究生，只不过她性子懒没带我，看她这意思只打算教我一个人。就在我思考的时候，穆千雪道：“想什么呢？你到底报不报？”我连忙干咳一声，笑呵呵道：“我报，肯定报。我敢肯定自己但凡要是露出一丝不小的样子，绝对会死得非常惨。”接着穆千雪说道：“我估计这档节目完了之后，你也差不多要进入期末考试复习周了。”我笑了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期末考试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。”很快又到了周六，因为第一轮我的骚操作，节目组直接改变了规则，不允许所有的积分都汇聚在一个人身上。第二轮为个人战25进13，抽签决定对手轮空的自动晋级第3轮。在我去抽卡的时候，竟抽到了轮空卡片。一旁的主持人看到这结果也傻眼了。要知道抽签完全是凭运气，没有任何暗箱操作。他们在上面比赛，而我却在下面打游戏。晚上在穆千雪家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忽然门响了。刚打开门，我瞬间就愣住了。来人是一个老者，看起来60、70岁，虽然头发花白，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奕奕。我礼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有了老丈人那档子事，我生怕再得罪人。显然看到我老者的眼神虽然有些意外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。他淡淡的道：“你是九牧吧？”这让我顿时一愣，这老者竟然认识我。然后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叫陈孝国。”听到这3个字，我眉头一皱，隐约有些印象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看着我思考的样子，陈孝国微微一笑道：“是不是感觉对我这个名字很熟悉？”我点点头，确实很熟悉。接着老者说道：“你可以看看你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应该有我的名字。”顿时我愣住了，一脸呆滞的看着他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正是东大的校长。然后我一脸懵逼的看着他道：“校长您怎么来这了？”陈孝国微微一笑，也不说话，直接越过我朝门内走去。当坐在沙发上的穆千雪看到陈孝国的时候，整个人瞬间呆滞了，然后连忙起身道：“外公。”我顿时惊呆了，东大校长竟然是穆千雪的外公。只见陈孝国安静的走到沙发旁，缓缓坐了下来道：“行了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坐下吧。”穆千雪小心翼翼的问道：“外公您来有事吗？”陈孝国看了我们一眼道：“本来是有点公事找你，现在看来又有私事了。”接着陈孝国看着我道：“你叫九牧是千雪的男朋友对吧？”我闻言有些尴尬的挠挠头：“没事，你不用同意也不用反驳，他爸爸什么都告诉我了。”听到陈孝国语气中似乎没有过多的异样，我的心也稍稍放平了一些。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你和千雪的事我并不反对，但有一点你要记好了，你是什么家庭不重要，贫穷也好，富贵也罢，有一点你要记住，一定不能辜负千雪。”作为一个老人，陈孝国看过的人和事太多了，只要真心相爱，哪怕过的日子是苦的，那也是甘之如饴。闻言，我不由得看了穆千雪一眼。此刻穆千雪也是热泪盈眶，眼神中满是感动。我真诚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校长，我肯定会一心一意对千雪的。我虽然平时忽悠嘴炮比较厉害，但是面对爱情这种事情，我绝不会瞎说。”陈孝国也是点点头，他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真心实意。一旁的穆千雪眼神中也满是激动。陈孝国同意了，那就意味着家里人基本上没意见了。然后穆千雪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询问道：“对了，外公，你刚说来找我公事是想干什么？咱们东大最近和华夏巨头企业前越科技搭上了线，我决定由你带一批学生去参观一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接下来会签订一些协议，咱们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可优先进入那里工作面试。”陈孝国说了一大堆，眼神中满是激动和惊喜。毕竟之前只有北大一家和前越科技签约，而今天东大将会是第2家。只见穆千雪也是很激动的道：“太好了，外公，我会尽快的安排的。”说完后，陈孝国就离开了。第2天节目组开始第3轮比赛，比赛采取3人一组，每组选出一个获胜者进入第4轮。13人中有一位选手会抽到轮空，直接进入下一轮。这次的我是站在了最后一个位置，但没成想自己又抽到了轮空，这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无奈的我只能待在后台继续打游戏。第2天一上课，穆千雪就向全专业通知参观的事，并在大1年级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去与否。班上的所有同学们都很激动，毕竟这是一个开阔眼界难得的好机会。周3，穆千雪就带着东大30人去了前越科技，这里的待遇很好，哪怕是最低级的科研人员，年薪也高达50万。在参观的时候，穆千雪转头看了我一眼道：“怎么样，喜欢这里不？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托朋友给你个面试的机会。”听闻这话，我心里很是感动，点头回应了一声。就在我们进入1号科研所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：“你们干什么的？”来人原来
111号科研楼的总工程师张小北带领人员稍微解释后就放行了。而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一道声音喊了出来：“张叔！”只见所有的人都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穆千雪也是眉头一皱问道：“九木，你干什么呢？”而张小北也转头看向我，只见他瞳孔猛地放大，激动地说道：“九木！”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张小北一个箭步激动地冲了上来：“哎呀，九木，真的是你啊！咱叔侄俩可好久没见了，想死我了！你爸妈咋样，还好吗？”一连串的询问让众人都听傻了。最震惊的还是领队，要知道他来公司已经好几年了，从来没见过张小北这么识抬。张小北跟我老爸是大学室友铁哥们，而且有今天的成就也多亏了我父亲。接着张小北说道：“来，九木，正好今天叔叔也没事，我给你当导游，把咱们前越科技转个遍。”接着我说道：“没事，张叔，这有向导您忙吧。”但这话瞬间得到了张小北的反对：“这不行，既然你来了前越，这就是你家。行了，小吴你去忙吧，这里有我亲自带着就行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所有的人都懵了，就连穆千雪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中午张小北就带领我们来到餐厅道：“这里的饭菜都是全免费的，而且请的都是5星级大厨做的，都是九木的同学，不用客气，多吃点。”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纷纷馋得流口水，但众人一个个也没急着动手去吃饭，而是看向我。接着我就问道：“叔，我们在这里吃饭，你们老板不会说吧？”只见张小北哈哈一笑，拍了拍我肩膀道：“放心，大胆的吃吧，这就是自己家，不用管这么多。”张小北虽然说的轻巧，但在众人耳中却是极为震撼。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就被邀请赴宴，于是她慌张的回到屋内，打算换一身庄重的衣服，可男人不但不走，还说要给她把风。无奈的她只能当着男人的面换了衣服。两人下了楼，就看到张小北的车停在路边，很快就到了一个别墅小区。我没想到张小北竟然住这么豪华的地方。张小北看到我的惊讶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把这里当做你自己家，想干啥干啥。”饭桌上，张小北夫妇热情招待的同时，不停试探着两人的关系。作为过来人的他们很快就清楚了我们的关系。第二天，张小北要带我们去行政区参观，在众人跟着张小北一起上楼的时候，沿路都有不少员工朝着张小北问好。看到前面挤满了人，张小北好奇地拉住了一个员工问道：“前面在干什么呢？这么多人？”张总工，今天陶总来了，在那边训话呢。这位员工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下，旋即张小北对身后的东大众人说道：“我待会安排一个老员工带你们先参观，我还有点事需要见一下陶总。对了，九木，穆教授，麻烦跟我过来一趟。”张小北并没有带着我俩走过去，而是让秘书去说了一声后，直接去了董事长办公室等着。就在我好奇在等谁的时候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道响声，紧接着门开了，从门口走进来了一个中年男子。他身穿西服，身材壮硕，皮肤保持得很好，原本有些不爽的表情看到我后瞬间来了笑容。陶伯，看到来人后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这是我老爸的大哥陶钱。只见陶钱快步走了过来，好好的大亮着九木，脸上满是笑容：“九木，好久不见了，大伯想死你了。”这时张小北笑呵呵的解释道：“你陶伯就是前越科技的董事长。”顿时我愣在原地，而最震惊的是穆千雪。前越科技的张总工是九木的叔叔，前越科技的董事长是九木的大伯，今天他算是开了眼了，太离谱了。我支支吾吾的询问道：“大伯，前越科技真的是你的？”就见陶钱跟张小北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而我跟穆千雪此刻却是一头雾水。陶钱哈哈笑道：“这公司是我的，但是不完全是我的。当初我和你爸为了创建一番事业，也为了华夏的未来才创造了这家公司。确切的来说，这公司属于我和你父亲2个人的。”顿时办公室内寂静无比，我心里都是懵逼状态，难以置信的道：“陶伯叔，你俩没骗我吧？不是拿我寻开心吧？”接着陶钱哈哈一笑道：“九木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这件事比珍珠还真。所谓前越，就是我和你爸的名字叠在一起。要不是你爸不喜欢管理公司的事，我早就把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了。”而站在一旁的穆千雪震惊程度比我更甚，他瞪大了双眸，嗓子有些干哑的道：“九木，你爸叫什么？”我一愣，旋即平静的道：“九月啊。”听闻后，穆千雪差点国粹都说出口了。九木的老爸竟然是九月，似乎是害怕有重名，穆千雪再次问道：“那你妈妈呢？”接着我说到叶安然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看着我一脸好奇的样子，穆千雪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，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穆千雪可是很清楚的，因为九月和叶安然都是北大的学生，确切的说是20多年前的老学长了。两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考上了北大，不仅才华智商逆天，颜值更是逆天。而九月一个人科研能力逆天，在人工智能方面直接带领华夏碾压其他国家。两人在举世闻名之后就消失了，直到现在北大还有九月的雕像。接着陶钱哈哈一笑道：“好了，九木，关于你老爸的事以后有的是机会了解。不过前越科技确实是我和你爸共有的，而且没有任何外资，我也只有一个女儿，年纪还小，以后继承前越科技的就是你。”看着我一脸懵逼，张小北哈哈一笑道：“陶哥，九木还小，有些事还不着急，需要慢慢消化。”闻言，陶钱也是笑着点点头。参观了2天的国内巨头前越科技公司，到最后发现自己才是这家公司未来的董事长。等我过年回家，一定要找我老爸好好聊一聊。见张小北跟陶钱聊工作的事，我们2个人就先离开了。出来后，穆千雪长长的舒了口气道：“九木，刚刚发生的一切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看着穆千雪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，我嘿嘿一笑道：“放心好了，就算前越科技是我的，我也不会抛弃你的。谁让你是我媳妇呢？”然后拉着穆千雪就开始往前走。穆千雪心里想着，要是告诉自己老爸九木的身份，估计会疯掉吧。毕竟整个华夏让穆天安佩服的人不多，而九月绝对算一个，只不过之前一直未能相见。接着我们就跟着其他众人一起参观。晚上就在我跟穆千雪要出去逛街的时候，却发现了张小北的车。原来是众位叔叔婶婶要一起吃个饭，来到的酒店叫苑西别院，是整个京都最有名的酒店，一般人哪怕再有钱都没资格来这里吃。进去后就被众人围在了一起，看着众人的样子，穆千雪不由得瞪大双眼。各位大佬都是国内顶尖的存在。就在穆千雪震惊的时候，众位婶子也对她关照起来。这时其中一位叔叔说道：“本来今天还喊了你姐来，不过他们科研项目太忙，他那个导师死活不让她来。”接着众人开开心心的吃起了晚饭。酒足饭饱后，我们就被带去了 KTV。我被4个叔叔带上了一辆车，而穆千雪则是被婶婶拉到了另一个车上。就见陶钱呵呵笑道说：“九木，你跟千雪
在一起多久了，进展到哪一步了？这漫不经心的话让我瞬间打了个激灵。好家伙，这几个看来是有意盘问的呀。于是我笑呵呵的说道：叔，你这说啥话我听不懂，我跟穆教授就是单纯的师生关系。接着陶钱说道：你确定你跟穆教授真的没关系吗？我连忙点点头道：没有，必然是没有的。就在我心里有点小得意的时候，忽然4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只见张小北一脸得意的说道：你小子真是鬼话连篇，不过你忘了一个人。听到这话我顿时愣住了，然后我顿时就反应过来，一定是九小西提前告诉他们了。听闻叔叔的话后果然是这样，被他们接连的轰炸式询问，我只能说道：其实该干的都干了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几人听闻后齐齐竖起了大拇指说道：有你老爸当年的风范，继续努力。就在我一脸无语的时候，陶钱一句话让我更加无语了。笑死我了。不过话糙理不糙，九牧叔叔每个月给你100万恋爱资金怎么样？男人兜里不能没钱，谈恋爱这方面钱我出。接着几个人甚至开始争论起来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我老爸老妈给他们的帮助是无与伦比的，给我支持点恋爱资金那都是小问题。而此刻的我却是一脸懵逼。穆千雪在 KTV 上厕所却突然大声尖叫，我顿时一惊，赶忙朝女厕走去，刚过去就撞上了迎面跑出来的穆千雪，她脸色有些惊恐，头发有点散乱。我急切地问道：出什么事了？只见她惊恐地指了指卫生间道：那里面有个男的好像在偷拍。这时服务员小心翼翼地询问道：这位小姐您确定吗？会不会是您看错了？穆千雪连连摇头，一脸肯定地说道：不可能，我都看到他的摄像头了。于是我眯着眼蹲下看了看，果然里面有一双男人的鞋。接着我冷笑一声道：里面的人赶紧滚出来。见没反应，我一脚踢了上去。只见卫生间里的人穿着一袭白色裙子，金黄色的长发看起来就像个女人，只不过脸上胡子拉碴，毛孔粗大，一看就是个男人。看到门被踢开，那男人很错愕，但还想抢救一下，用着尖细的声音道：你们干什么呢？我根本没搭理这家伙，转身对服务员说报警。那人见势不对，连忙道：别报警，我错了，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但我冷笑一声道：我不缺钱，报警。就在女服务员拨通了报警电话的时候，那男的一看顿时急了，朝我冲了过来。我直接一脚踹出，冷哼道：就你这小身板也跟我打？见那家伙躺在地上捂着肚子，脸上满是痛苦。这时候 KTV 经理张元来了，他认识这个偷拍男，这男子是京都马家的次子马克，在京都势力不小。于是张元想通过免单来解决这件事。我听闻后冷笑一声道：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张元见状也有点怒了，冷哼一声威胁道：年轻人别怪我没告诉你，这是京都马家的公子，就算他今天被抓到局子里，过不了多久也会出来的，到时候你恐怕就得掂量掂量了。听闻这我呵呵笑了出来，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不管怎么说华夏是华夏人的华夏，不是那少数人的华夏，法律是正义的。接着马克就哈哈大笑道：你等着吧，我记住你了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权势。这时警察也到了现场，但马克看到来人后仿佛找到了救星道：龚警官是我呀。马克。龚警官有些皱眉，并未理会他，冲着我说怎么回事。我简单的说了一下经过后，龚警官便问是想私了还是走程序。说实话这件事他并不想管，毕竟马克的身份不一般。但我冷哼一声，平淡的道：当然是走程序。一旁的经理张元听闻后有些急了，小伙子，京都这块地得罪了马家可是没什么好下场的。而马克也是哈哈大笑道：就算你把老子弄进去几天又怎么样？你等着我出来，你们都得玩完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马克的眼神中有些些许的冷意。是吗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，又是什么叫做牢底坐穿。我知道这样的人偷拍肯定不是1、2次，以我的黑客技术找到他的黑料简直易如反掌。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几道中气十足的声音：九牧没事吧，叔来了。当看到来人的时候，一些人直接懵逼了，有鼎鼎有名的考研创始人李明，有北大当红金融教授杨小科，有国内当地产大佬莫铁，还有前越科技总工程师张小北，以及站在最中间前越科技董事长陶钱。整个京都能惹得起陶钱的没几个，不仅背靠陶家，而且还是前越科技的董事长。经理张元整个人都懵逼了，连忙堆满了笑容道：陶总您怎么来这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有事您尽管说，能办的不能办的我一定办好。这时候的马克也是老实了不少，在陶钱面前他也不敢多嚣张，毕竟就连势力庞大的马家也不敢和他争锋。正在众人揣测陶钱为什么来的时候，他直接站到了我面前道：九牧出什么事了？张元见状顿时感觉心里一凉，怕是两边都保不住了。在听到我说了事情经过后，众位书审勃然大怒，顿时陶钱的眼神中满是冷意道：龚警官按我侄子的话公正处理，待会我会安排王牌律师吕鹏前去详谈。王牌律师吕鹏这是一个在律师界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，因为这家伙打官司几乎就没输过。马克闻言后一下子感觉自己要凉了，而我也要找到他的罪证，让他牢底坐穿。带回到宾馆后我就立刻行动起来，很快就黑进了他的电脑，但文件夹却采用了特殊加密，我大概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才把它解开。就在穆千雪好奇文件夹里有什么的时候，我轻轻地控制着鼠标点开了文件夹。下一刻我跟穆千雪两人都惊了，只见偌大的文件夹里密密麻麻放满了视频，粗略看了看竟然足足有5000多部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拍不到的。而下一个文件夹里则是一桩桩的交易记录，原来马克不仅喜欢自己偷拍，还弄了个团队，并且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播放视频进行盈利。如果这些证据只是单纯的在我手中，很有可能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，但放在陶钱手里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一次马克这家伙算是死定了。第二天东大一行人结束参观回到学校，晚上我在穆千雪家里准备第二天比赛的时候，陈校长却来到了家里，而且很高兴地说：千雪大好事啊，刚刚前越科技董事长同意和东大深层次的合作交流，从今以后咱们的优秀毕业生可以优先进入那里工作。穆千雪闻言先是一致，然后又看了看我，他知道前越科技之所以这么痛快的签约，绝大部分跟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只不过见我没有想着暴露身份，他便笑着道：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就见陈孝国激动
动地说了很多。时光一晃而逝，很快就到了决赛的时间。当我登上舞台的时候，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参加决赛的3个人中，只有我是靠运气混上来的，而且前2人实力很强，所以大家并不看好我。我抽到的题目是年轻人该积极向上还是佛系躺平？我微微一笑，开口道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我给大家的答案是为华夏奋斗，为自己躺平。为了生活可以躺平，但是为了理想我们势必不能躺平。华夏的崛起需要我们，国家的发展需要我们，我们应该为华夏的崛起而奋斗。我们可以在给资本家打工的时候躺平，但应该为华夏的发展而流血流汗。生活是无奈，但理想仍需要光芒。有些人听到这句话眼泪夺眶而出，接着我用一系列如同排比一般的句子，瞬间凝聚了无数的力量。最后我说到，面对自己理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勇敢逐梦。生活虽然无奈，但人生仍需理想。正如张载那句话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唯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伴随着话音落下，所有人的呼吸都开始急促，顿时整个会场爆发出来热烈的掌声。最终我以节目上没有出现过的高分获得第一。我第一次上门就把丈母娘哄得心花怒放，而在饭桌上却被他家客人针对。客人是与穆天安一同创业的邻居董天书，2人关系不错，逢年过节都会串门。董天书来这的目的是想撮合自己的儿子跟穆千雪，可他没想到穆千雪把我带到了家中做客。只见董天书不动声色的道：“真没想到千雪有男朋友了，老穆你这女婿一定是年轻有为吧？”他看似恭维的一句话，实则是探我虚实。穆天安开口道：“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九牧是千雪的学生，而且前段时间拿下了超级演说家的冠军。”见我微笑点头示意，董天书瞬间信心满满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走进来的是一个身穿西服、精神奕奕的小伙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但眼神中似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寒光。他就是董天书的儿子董浩。接着父子俩一唱一和的寒暄着，不经意间在秀着学历。当董浩看到我第一眼时，心里就有种莫名的敌意，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是冲着穆千雪来的。但我却一点不慌，因为我是穆千雪的男朋友。论颜值，董浩跟我比相差太远；论家世，前越科技的太子爷谁人能比？于是我自信地说道：“我是千雪的男朋友。”当着穆千雪父母的面，董浩也表现得很有风度，笑呵呵地打招呼，然后主动伸出了手。握手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到董浩手里传来的力量，我微微一笑，瞬间加大了手中的力量。而此时的董浩陡然间涨红了脸，拿出了声。董天书一脸急切地看着董浩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可董浩只能说道：“没事。”忽然手抽了一下筋，穆天安似乎看出了什么，连忙打哈哈让大家去吃饭。这时穆千雪戳了戳我的胳膊，小声的道：“你刚刚是不是使坏了？”我没有隐瞒，把刚刚的事如实相告。那小子刚刚本来想耍阴的让我丢脸，被我反将了一军。顿时穆千雪怒气腾腾，想去教训董浩，但被我拦了下来。穆千雪拉着我坐到穆天安身旁，看到我俩恩爱的样子，对面的董浩很不爽，于是心里冷哼一声，但脸上却笑嘻嘻的道：“看来千雪妹妹和九牧的关系很好啊。”而我看了一眼穆千雪，嘴角微微上扬道：“还好还好，也就在规划什么时候结婚要小孩。”果然听到这话，董浩眼神仿佛能喷出火来，而董天书似乎看出了儿子的内心想法，说道：“结婚是个大事，老穆啊，这件事我得好好说说。结婚讲究的是门当户对，现在有些凤凰难吃软饭，到时候结了婚说不定会篡夺公司。”董天书说着叹了口气，仿佛自己是无心之言一般。穆千雪看到穆天安在思考，就知道刚刚董天书的话起了作用，瞬间就有一种要掀桌子的样子。然而我制止住了他，笑呵呵道：“我觉得这位董叔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行不行。有句话叫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有的人戴个金丝眼镜，穿着西服，就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。我觉得这种人才是不怎么样的。董叔您觉得呢？”董天书直接被这话呛了一下，没有言语。毕竟他儿子可是戴着金丝眼镜，穿着西服。这时饭菜上桌了，穆天安起身拿了2瓶飞天茅台过来。董天书眼前一亮道：“老穆啊，没想到啊，你这还有这种好酒。”穆天安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不看你和九牧来了才特意开的，一般人我都不舍得开。”这话虽没什么，但一旁的董浩却皱了皱眉头。穆天安其实也是个人精，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看清他们父子俩的来意，而且他知道董浩是个花花公子，配不上自己女儿。接着就开始喝起酒来。董天书看向我，嘴角微微上扬道：“九牧，你应该是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吧？”我很坦然的点了点头。只见董天书接着说道：“这酒啊，一瓶就好几万，普通家庭确实喝不起。你跟千雪是男女朋友，也是我的侄子辈，回头让浩儿回家给你拿几瓶，让你父母品一品。”虽然他语气很是温和，但这完全属于杀人诛心。我微微一笑，毫不在意的道：“董叔，您那点酒我爸妈恐怕看不上。”董天书气急冷笑一声道：“年轻人了，装逼不好，我又不会嘲笑你。”但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你知道白酒上面还有国标吗？董天书顿时一愣，这他还真知道。这时穆天安也肯定的点点头道：“九牧，你说的应该是贡酒吧？”而董天书却不屑的道：“贡酒可是最顶尖的，难不成你爸妈天天都喝贡酒？”一旁的董浩也是笑出了声道：“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有自知之明，贡酒那是普通家庭喝得起的吗？也不问问自己配不配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我笑呵呵的站起来道：“穆叔，东西到了。”只见我拎了一个黑色塑料袋回来。董天书父子2人又开始嘲讽起来，我并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说道：“穆叔，我听千雪说您爱喝酒，这不我找我大伯拿了2瓶贡酒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心意。”打开塑料袋后，穆天安一眼就认了出来。穆天安顿时感觉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，毕竟这种酒不会流通，上百万都买不到1瓶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其中1瓶，顿时整个客厅都闻到了酒香。天哪，这真是贡酒！穆天安说话的声音都带着些许的颤抖，而董天书也是一脸的震惊，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我能拿出这种东西。穆天安激动的一拍大腿，感慨异常，真没想到这辈子竟然还能喝到贡酒。九牧，这酒哪来的？我笑眯眯的道：“咱虽然是普通家庭，但是这点东西还是有的。”穆天安不由得陷入了沉思，看来九牧的家庭不简单啊。他也知道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。酒足饭饱后，带董天书2人离开。穆天安看着我道：“九牧啊，不得不说这贡酒真是不错，不过我也不能白拿你的酒，这样吧，等会我给你补个差价。”他虽然不知道这贡酒是哪搞来的，
但绝对不一般。我闻言后笑呵呵的道：“木叔，我是千雪的男朋友，第一次上门来总得拿点东西。酒虽然好，但相比于我对您的敬仰之情还是差远了。”木叔不仅仅凭借着自己白手起家，而且还打出了这么大一份家业，就这一点我九木就很服。果然穆天安听的是哈哈大笑，而我接着说道：“至于这酒是我做小辈的，应该孝敬您的，要是不够我回头再拿几瓶来。”穆天安听闻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舔了舔嘴唇，有些干哑的道：“九木，你什么家庭？”穆天安现在是真的好奇了，虽然之前在三亚的时候说是普通家庭，但是现在一个能随便拿出好几瓶贡酒的家伙，怎么能算是普通家庭呢？我干咳了一声，笑呵呵道：“木叔，我爸妈说他们打算来京都过年，到时候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”我之所以没有说出来，是想留个悬念，到时候给他一个小惊喜。而穆天安也觉得我的父母应该不一般，但他也没有继续往下问。之后在沙发上聊了很久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丈母娘黄月如在问我。总的来说，他对我的感官是很不错的。马上就要回亲家，但最紧张的却是未来的老丈人。此刻穆天安站在门口，心里有着些许的忐忑紧张。在服务员的提醒下，穆天安才回过神，推门而入。只见包间里坐满了人，有男有女，而且每个人身上穿的眼神流露出来的都散发着非同一般的感觉。猛然间，穆天安瞪大了双眼，站在门口，一脸错愕。那是学徒考研创始人李明，京都房地产的大亨莫铁，还有前越科技总工张小北。他没想到这几位竟然都认识，而且关系很好。就在他看向靠近中间的位置时，差点失声。坐在那里的正是前越科技的董事长陶钱。打死他也想不到九木的亲友团竟然这么强大，但坐在中间 C 位的却是一个挺年轻的男子，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气度。穆天安感觉此人很熟悉，但想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笑呵呵地说道：“爸妈，这位是我女朋友的爸爸。”坐在中间的那一对男女微笑着站了起来，紧接着所有人都站起来了。下一刻，我老爸笑呵呵地伸出手道：“你好，穆天安，穆总对吧？我叫九月，九木的父亲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当九月说出名字的时候，穆天安大脑瞬间爆炸了。穆天安年轻的时候可是听着九月的故事长大的，九月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北大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华夏。穆天安原以为这辈子很难有机会见到九月了，毕竟虽然自己是有名的富豪，但是对于九月来说并不算什么。没想到今天竟以这种方式见到了。反应过来的穆天安激动地伸出手道：“九月先生，我仰慕您很久了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得以见到，更没想到您竟然是九木的父亲。”九月也了解穆天安，知道他是良心的企业家。只见九月笑呵呵的道：“穆总客气了，我知道你也是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，你的本事绝不简单，两个孩子也有缘分，能走到现在很不错，咱们两个也没必要见外。你年纪比我大，这样吧，我喊你一声穆大哥，你喊我一声秦老弟，如何？”穆天安闻言顿时有些难以置信，他没想到九月竟然这么随和。要知道那些军方大佬见到九月都是笑呵呵的称兄道弟，能和九月称兄道弟，不得不说穆天安感觉很是荣幸。两人寒暄完后就入座了，就见陶钱笑呵呵的掏出了6瓶酒道：“这可是我所剩不多的贡酒了，今天可算是差不多都拿出来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月哥好不容易来，九木未来的岳父岳母也凑在了一起，咱们这一大家子今晚喝得尽兴。”很快就到了大年30，这晚我父母还有姐姐都要来穆千雪家里。穆天安早早的就下班回了家，一进门就和黄月如一起进厨房做菜去了。不多时，门口传来了一阵门铃声，穆天安仿佛听到了什么仙乐一样，整个人瞬间就精神了。来人正是我父母他们。穆天安满眼激动的把人迎了进来。沙发上，父亲看向我问道：“学业还好吗？”我顿时收了以往的嬉笑道：“挺好的，差不多专业第一吧。”九月闻言也没什么意外，说道：“不要骄傲，记住要永远谦卑，要感悟生活。有些东西给你是希望你可以好好利用，而不是为非作歹，希望你能在人生的旅途上好好体会。”我闻言有些疑惑，老爸这话有点深意啊。一时间我脑海中翻涌万千，想要询问个清楚，但眼下明显不是个好机会，于是我决定把整个疑惑暂时埋在心里。饭桌上，九月和穆天安边吃边聊，聊的内容涉及到商业或者时政，而女的则围绕着家长里短的事，甚至都开始安排我俩未来的结婚事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假期很快就过去了。本来我打算趁着寒假好好问问父亲系统的事，但父母在京都没待几天就回苏北了。本来我也打算回去的，但穆天安让我留下来见见自家的亲朋好友，这也说明我得到了他100%的认同。开学第一天，作为辅导员的穆千雪很忙，所以他让我干着各种脏活累活。听到我的埋怨后，他拍了拍我肩膀道：“加油干哦，臭弟弟，晚上奖励你。”顿时我腰部酸腿不疼了，瞬间充满干劲。穆千雪下班后，我俩肩并肩行走。或许是因为得到了父母亲人的认可，导致我们两人在学校里也没那么多机会了。一路上我俩打打闹闹，回到家更是做了一些比较羞涩的事情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寝室几个人的电话吵醒了。只见舍友的声音很是急促地说道：“九哥，穆教授是不是在你旁边睡呢？”顿时困倦的我瞬间精神了，干咳一声道：“怎么可能啊？你小子是不是假酒喝多了？咋开始说胡话了？”只见张宇一脸急切地说道：“九哥，别跟我们演了，现在整个东大都炸锅了，论坛都快崩了。我靠，发生啥了？”我顿时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，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叫醒穆千雪后，就立马打开了论坛。整个论坛最爆的正是发的我跟穆千雪，里面有昨晚手牵手走路进家门的场景，甚至还有一起在三亚旅游的照片。此时的穆千雪也不困了，整个人来了精神，甚至脸上带着些许寒意。这么多照片，明显是有心人为之，而且能做到这一点的还不是一般人。穆千雪有些担忧地看着我道：“怎么办？要不我去解释吧？”我看了一眼神色担忧的穆千雪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放心，一切有我，这都是小事，不用担心，继续睡吧。”虽然穆千雪还想再说什么，但是看到我肯定的眼神，她乖乖地躺在床上。本来我想让穆千雪休息一天，可穆千雪却要跟我一起面对。在我跟穆千雪手牵手走进学校的时候，无数人目瞪
我走到讲台上，望着众人道：“我相信帖子上的事情大家看到了，所以我也就不瞒着大家了。我和穆教授确实在一起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全班都很支持我们，但教室外还是有一些人在指指点点。”下课后，我俩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陈孝国很平静的道：“怎么出什么大事了？”其实他知道这次危机对我俩来说是件好事。这时我笑着说道：“外公，我打算借用一下广播室广播一条消息，明天中午12点在操场我要举行一场辩论，题目是我和穆教授的爱情究竟是对是错。”顿时陈孝国跟穆千雪都懵了。很显然，我这时要以一己之力单挑整个东大。陈孝国害怕出问题，连忙劝阻，但我却自信的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在我广播过后，整个学校都沸腾了。接着我来到穆千雪办公室，打开了电脑，我要用黑客技术找到对方，但没想到发帖的人竟然是京都的。于是我让陶钱帮忙查一下 IP 地址，以陶钱的人脉和前越科技的技术，找到这个人简直是小菜一碟。第二天中午课还没下，就有无数的同学朝着操场跑去，很快偌大的操场竟然水泄不通了。此刻我站在主席台上，心里丝毫不怵。然后我拿起话筒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大家好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穆教授背后的男人。我知道大家对我和穆教授在一起有异议，觉得师生恋不能在一起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这个机会，如果今天不赞同的人能说赢我，我立马退学。今天我在这里挑战整个东大所有不服的人，不服就上来。”这时一个男生缓缓走了上来，他是化学专业的张峰，他微笑一下说道：“之前我不认识你，对你的事情也不感兴趣，只是单纯对师生恋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。这样的看法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”张峰的观点很明确，华夏人讲究天地君亲师，作为老师那就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而师生恋无疑是跟传统思想发生碰撞。而且如果师生恋这样的观念放开，那么越来越多的师生关系就会变得不纯洁。我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想法。古代传统思想中师生关系确实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的思想，对于老师只能尊重。但身处大学的我们经受了新时代思想的洗礼，那些糟粕的儒家思想早就应该被抛弃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我们现在与老师是不是亦师亦友的关系？确实，如果放开师生恋的观念，对各大高校是一个不小的冲击。但难道因为所谓的大局观就要放弃爱情吗？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，如果在你父母的生命和你同学父母生命面前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”然而张峰却摇摇头道：“我觉得这个问题压根没有类比的必要性。”接着我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没有类比的必要性。我和穆教授真心相爱，至于你所说的风气问题，有1万个方法可以去解决。要想解决华夏高校教育的问题，最有力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国家监管，减少高校自治。”我这一番话让整个会场鸦雀无声，最主要的是我说出了一些人想说却不敢说的事实。这时张峰眼神中晦明变化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接着他拱了拱手，然后一脸坦然地走下了主席台。没多久，一个一身名牌衣服的男生走了上来道：“我叫于文佩，魔都本地人，今年大3，是你的学长。”一上来于文佩语气就不好，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只见于文佩继续说道：“你觉得你真的爱穆教授吗？我感觉你们在一起不过是你贪图他的美色和钱财罢了。”接着于文佩以我的家庭说了许多蔑视的话，在于文佩看来我就是个破落户。面对他的话，我微微一笑，平静的道：“不管我有钱没钱，我和穆教授之间的爱情是真的，这一点山河日月皆可为证。我与穆教授的爱情我们自己清楚，但是总有些人喜欢以小人之心来揣测。”我这话就是在实打实的说于文佩小人之心。果然被我这么一说，于文佩冷冷的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以后给不了穆教授想要的生活，这个社会钱才是硬道理，你有吗？”我直接被这家伙整笑了，但我没打算暴露身份，于是我笑呵呵的说道：“用物质衡量的爱情终究不是爱情。穆教授想要的生活很简单，那就是有我在就是生活。再者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老子比你有钱，装你马呢你。”顿时整个操场瞬间寂静了下来，就连一旁的穆千雪也不由得被我的话逗笑了。只见于文佩有些恼怒的说道：“装什么呢？就你还比我有钱？老子家里开厂的我爹好几个亿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”但我却微微一笑，像看傻子一样看他说道：“希望明天这个时候你家的厂还在。”众人不解，就连于文佩也是一脸不解，但他从我的笑容中感到一丝不妙，甚至心里隐隐有些慌乱的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笑着看着他道：“没什么意思，随便说说而已。”说完我就看向台下的众人，还有其他想说或者不服的人吗？台下有些人已经开始从黑转粉，就连陈孝国在台下听的也很是惊讶。原本他还担心我会不会输，但现在他的内心没有那种想法。短短的40分钟，我一个人单挑17个权益。见没人上来，我微微一笑道：“既然没人上来，那就得好好遵守约定。从今以后，但凡是有监视我或者穆教授的，都要小心了，我的拳头可不是好惹的。”陈孝国万万没想到我能处理得这么好。可在穆千雪家，陈孝国有些担忧的说道：“你恐怕要做好未来一段时间在网上被谩骂的过程了。本来如果只是我跟穆千雪的事情，就算是解决了，但在演讲过程中，我直接说各大高校自治太强，没有受到国家监管的事情，这言论必将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，进而引起那帮人的不满。”但我并不在意的说道：“其实在说之前，我就已经想到，那些文人的话语权虽大，但时代已经变了，这个时代舆论已经不在那些人手里了。”我一说，陈孝国心里就明白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陶钱的电话。暗算我们的人是董氏集团的董天书父子，而且陶钱还发现董氏集团背后的资本不简单，他们与米国的关系很深，或许是间谍。陶钱已经让人开始收集他们的证据了。我也顺带着提了下于文佩家里厂子的事。果然第二天下午，于文佩家的工厂就出了事。于文佩瞬间就想到了我说的那句话，但此刻还在睡觉的我却被系统的声音惊醒。我打通父亲的电话后说到：“老爸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”还没等我说完就被老爸打断了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这件事不要在电话里说，过几天我去一趟魔都，亲自找你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听到这我顿时明白了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就在上课的时候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道喧哗声：“九牧，你给老子出来！”我平淡的说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只见于文佩两眼猩红，怒气冲冲的说道：“你这个小人暗算我家工厂，切断供应链也就算了，还找税务部门查我老爸的税，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人？”我听闻后眉头一皱，其实我只是想给他点教训就算了。于是我淡淡的说道：“如果不是你爸偷税漏税，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城市经营不好吗？非得找死？”对于我的话，于文佩瞬间就忍不住了道：“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你故意捣我。”
滚！要不是你偷税漏税，怎么可能被查出来？我冷哼一声，不想再跟这样的人过多交流。别胡搅蛮缠，再不走影响我们上课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顿时于文佩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猛地向我冲了过来，我直接伸出右拳猛地轰出，只见下一秒他整个人瞬间倒飞出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冷哼一声道：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一时间于文佩心中百感交集，悔恨异常。此刻的他直接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求饶。我看着他叹了口气道：你爸偷税漏税制裁他的是国家，我管不了，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如果他没有偷税漏税，我就算在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把他放进牢里。听闻后，于文佩走了，低着头，一脸失魂落魄。这时众人看向我的眼神也发生了些许变化。原本以为大家都差不多的家庭，但是今天感觉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此时东大校园里，我俩师生恋的事情已平息。课上穆千雪说到要和北大组织一场交换生学习，下课后整个技科报名的竟然有89人，然而名额只有20人。看到名单后，穆千雪很疑惑为什么我没报名，于是我跟穆千雪说道：我去干嘛？我又不需要学习。但穆千雪却说我必须得去，因为这次行动穆千雪也会去。正在我疑惑怎么来选人选的时候，穆千雪说道：既然是去北大，那就不能像之前那么随意了，这次得准备个考试，按照计算机水平来选。在考试中我发挥了优良的精神，让室友过关。很快我们就到了京都，负责接送的人是北大信息学院的老师夏宁。和穆千雪一眼，夏宁在北大也有很大的名气，论颜值只有9小西能压他一头。夏宁跟穆千雪打了声招呼，就把目光放到了我身上，但他的眼神恰巧被穆千雪捕捉到。上车后我看了一眼穆千雪，笑呵呵的道：穆教授让我进去，陪我去里边。然而穆千雪的眼神中带着一股杀气道：你去后边。这时一旁的夏宁开口道：要不你坐我旁边吧，我这没人。顿时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正在我准备说话的时候，穆千雪开口道：不用了，夏老师还是让他去后面坐吧，他不喜欢坐前面对吧，九木同学。最后几个字穆千雪几乎是咬牙切齿说的，那模样像极了吃醋的小女孩。我心里憋着笑意，正言辞的说道：对，夏老师，我还是喜欢坐在后面。而夏宁看到我俩的样子，一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刚到北大，同学们就被北大的南门给镇住了。北大的南门简直是太气派了。安排好住宿后，我们就准备去食堂吃饭。在路上我碰了下穆千雪道：别吃醋了。穆千雪哼了一声，一脸傲娇的说道：我才没吃醋。我微笑着说道：我知道，你没生气都是我不好，可以吗？穆千雪这才气了一声说道：这还差不多。此时穆千雪已经消气了，望着我说道：晚上我带你逛逛北大好玩的地方。晚上穆千雪把我带到一个她口中的秘密基地，这是一处大概50多平的房间，里面布置得很温馨，应有尽有。原来这是穆千雪读研时自己存钱买的。我嘿嘿一笑道：懂了，那从今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。不过还没到晚上呢，就把我这个无知少年诱拐过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心思？后面的事少儿不宜，大家就不要看了。第二天我跟穆千雪走进教室的时候，被范天一教授拦住了。只见范天一说道：你们两个不是我的学生吧？我笑呵呵的说道：我们是东大的交换生，来这里上1个月的课。闻言范天一也想了起来，但看向穆千雪道：这位同学咱们是不是之前在哪里见过？穆千雪一愣，旋即老老实实的说道：范院士好，我之前就是北大的学生，导师是10院士。范天一恍然大悟道：我说呢，怎么感觉之前见过？之后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坐在教室里听课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范天一停了下来道：这节课的基本内容讲完了，不过既然东大的同学来了，我也不清楚大家的实力，这样吧，我出一道汇编的编程题，看看谁能得出正确的结果。只见这是一道难度极大的汇编题，想要完整的写出代码有一定难度。我靠，九哥这题是个啥？我咋看的一脸懵逼。坐在前面的张宇忽然转过头，一脸懵逼的说道：不只是他，整个班大概100多号学生，基本上都是连题都看不太懂。我看着题目脑子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思路。这时范天一笑呵呵的道：台下的同学有没有想法？要不我点几个同学吧。北大的张天迅同学在吗？这道题有思路吗？张天迅是北大技科的一个学生，成绩不错，在年级能排进前10。北大的年级前10可是相当有含金量的。只不过他摇摇头，眉头紧锁道：抱歉教授，我没有思路。接着又点了几个北大的学生，依旧是没思路。而这时他点到了我的名字，这位叫九木的同学在吗？这道题能看懂吗？有没有思路？本以为这个又是回答不出来的，他都准备好让我坐下，然而我笑呵呵站起来道：有思路，可以做出来。只见范天一坐下2个字还没说出来就愣住了，不只是他，全班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。接着我就走上台开始书写。当我自信满满上去的时候，一些北大学生不服气，毕竟我这波可是在他们的主场上砸场子，他们都在等我写不出来好嘲笑一番，但我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。随着我快速的书写，后排的穆千雪开始全神贯注起来，就连站在讲台上的范天一目光也变得认真起来。他没想到这道题来自东大的大一学生能写出来。过了4、5分钟后，我放下粉笔道：范教授，这个应该就是正确答案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范天一，不知道我写的到底对还是不对，因为他们发现随着我往后写，他们竟然连答案都看不懂。此时的范天一呆滞的看着黑板，好半晌嘴里才吐出几个字完全正确。顿时所有人眼神中充斥着一种呆滞的目光。范天一继续道：同学，你这个方法是哪里学的？这个方法比我解答思路还要简洁许多。听到范天一的话，所有人直接傻眼了，而我却微微一笑，道自己瞎琢磨的。一瞬间范天一这位顶级院士有了爱才之心，有想收我为徒的冲动。短暂失神后，范天一干咳一声道：九木同学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下课后，正当我跟穆千雪打算离开的时候，范天一悄咪咪的走了过来道：小穆啊，这是你学生吧？穆千雪看了我一眼道：对。接着范天一说道：等会儿下了课来一趟我实验室。说完就笑呵呵的走了，只留下我跟穆千雪站在原地懵逼。到了实验室后，范天一直接开门见山道：我实验室缺人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里？我一愣说道：教授，我是东大的，不是北大的。只见范天一哈哈大笑道：只要你想，你现在就可以是北大的。一旁的穆千雪听到这里有些坐不住，范天一竟然要跟自己抢人，他连忙说道：范教授，这件事恐怕不行，我已经决定收九木做我的学生了，到时候带他做科研。听到穆千雪这么说，范天一先是一愣，接着说
说道：“小木啊，你的科研水平我还是相信的，但是九木如果跟我未来必然有更长远的发展。”这小子很有灵性，你说呢？九木同学，范天意很自信，我应该没有拒绝他的理由。毕竟虽然穆千雪很好看，但不能当饭吃。但我没有丝毫迟疑，说道：“抱歉，范教授，我拒绝。”这让范天意整个人瞬间愣住了。接着他有些不解的开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我顿了顿，看了一眼穆千雪，坦白道：“其实我跟千雪除了师生关系外，她还是我女朋友。”闻言，范天意整个人瞬间石化。这么多年了，范天意还是头一回遇上这样的事，好不容易发现了个有灵性的好苗子，没想到竟然是穆千雪的男朋友。范天意笑呵呵的道：“真没想到啊，小木，你父母竟然这么爽快的同意了。你爸爸可是个女儿牛呢。”穆千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爸是九木他爸爸的粉丝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范天意微微一愣，看着我觉得有些熟悉，于是他好奇的问道：“你父亲是？”我笑呵呵的说道：“九月。”当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的时候，范天意整个人瞬间石化了一般，比刚刚听到我跟穆千雪是男女朋友的事情还震惊。范天意有些难以置信的道：“你说的真的是那个九月？”我肯定的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这件事还希望范教授不要对外声张。我订婚老爹却死活都不出来迎客，而是让他朋友陶钱与我在帝都酒店门口迎客。其实这只怪九月的身份地位太过特殊，如果他站在门口迎客，怕是宾客们都不敢进来。”不多时，宿舍的几位兄弟也到了现场。一旁的陶钱看着我笑呵呵的道：“九木，你先去安顿你的几个室友吧，这里有我。”陶钱知道我的室友和这里的人有些格格不入，所以先让我去把他们安顿好。毕竟来这里的大部分都是社会名流以及各大行业的顶尖人物，平均资产估计得有100亿以上，而他们刚进入酒店就被富丽堂皇的样子震惊了。何人张宇惊讶地叫了一声道：“那不是华夏富豪榜第21的新西方创始人吗？”可随着几人的继续深入，一个个眼神中的震惊愈发多了起来。除了新西方的于洪之外，还有更多的商业大佬，比如说什么京西的刘总、拼西西的黄总等。这些人物之前只能在电视或者新闻上看见，而这样的一批人竟然齐聚在我与穆千雪的订婚宴上。就在3人还在震惊中时，我说道：“你们3个就在这吧，这一桌全是我自家的亲戚，安排他们比较合适。毕竟其他桌子要么是商业大鳄，要么是政界大佬。”很快仪式就开始了，交换完对戒后，最先上台的是穆天安，这让几个舍友大为震惊。毕竟穆天安是华夏排名前10的富豪。此刻的穆天安站在舞台上，笑呵呵的道：“感谢大家来到小女的订婚现场。对于千雪和九木的婚事，我很满意，也很荣幸能和九木的父母做亲家。”而这话却让舍友们有些难以理解，他们认为这是穆天安简单的恭维。接着司仪就请我的父母上台了。这时台下那些政商大佬们一个个探起脑袋往前看，眼神中充满了激动和兴奋的感觉，仿佛是在等待什么大人物出场一样。就在我父母上来之后，唐猛猛然一脸激动的说道：“啊，老张老吴是他呀！”两人齐齐扭过头来，一脸好奇的问道：“谁啊？”唐猛咽了咽口水，难以置信的道：“九哥，九哥他老爸是九月。”一开始两人都感到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接着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张宇忽然呆滞了。“我靠，老唐，你说的是北大那个九月？要知道他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九月就是家喻户晓的存在，任谁也想不到我的父亲竟然会是九月。怪不得穆天安说很荣幸与九木的父母做亲家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所有人目光齐齐看向身后，只见一排排士兵荷枪实弹的走了进来，每个人眼神中都透露着一股杀气。下一刻，一个身穿唐装的老人缓缓走了进来，这时那些政商大佬们一个个的都不敢坐，站在台上的九月也是吃了一惊，连忙走了下来。“唐老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要知道这位老人可是开过17的名将，战功赫赫，虽然已经退休了，但仍是国之重臣。只见唐老笑呵呵的道：“听说你儿子今天订婚，1号首长派我来给你送点礼物，聊表心意。”九月闻言也是一愣，接着心中不由得有些感动。整个大堂里所有人看着唐老对九月的态度一脸懵逼，虽然早就知道九月能直通顶层，但是谁也想不到他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。1号首长亲自送来贺礼，这份礼遇就连那些院士也不可能拥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就到了大4了。我跟穆千雪的感情一直很稳定，并且还保持着最初的那一段激情。办公室里，穆千雪看着我说道：“考虑好了没？”我看着桌子上的保研名单苦笑道：“你真要让我跟着你搞科研啊？我报别的老师不一样吗？反正都在东大，我不到处乱跑。”其实我也有我的考虑，毕竟要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真的填了穆千雪，那么两人可就是正儿八经的师生关系了。但穆千雪很是坚持道：“不行，就得我带你搞科研，怎么嫌弃我？”我闻言连忙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我这不是怕影响你的名声吗？”但穆千雪气了一声道：“我才不在乎呢！”我也只能依着他了。这时陈孝国来了信息，说是找我有事。来到办公室后，陈孝国笑呵呵的道：“来，过来坐。我来找你是为了保研的事。我知道你打算跟着千雪一块学习搞科研，不过有件事我也不能瞒你。前2天北大的龙涛院士来电话，对你感兴趣，问你想不想成为他的学生。如果是一般的教授，陈孝国就直接回绝了。这次来电话的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北大的顶梁柱之一，整个华夏计算机前沿技术的常青树龙涛院士。听闻后我也是一愣，然后回绝了。假期我跟穆千雪踏上了回苏北市的路途。到家后，老妈叶安然瞬间眼前一亮道：“千雪九木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们。”我挠挠头道：“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？”然后老妈给了我一个白，能让千雪陪你一块坐地铁，那玩意多晕啊！千雪听我的，下次提前打电话我去接你，让这小子自己坐地铁回来。顿时我是一脸的懵逼。晚上吃完饭后，父亲看着我道：“下学期就要实习了吧？你打算去前越科技吗？”我闻言点了点头，然后父亲却摇了摇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实习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正好有个项目需要人帮忙。”顿时我一愣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和前越相比，自然是在老爸身边更好了，学到的东西也更多。一晃就到了毕业的时间，毕业典礼上我作为优秀毕业生发言，正当众人以为我讲完准备下去的时候，我再次举起话筒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其实今天除了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之外，我上台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想请大家做个见证。”顿时台下议论纷纷。就在穆千雪跟我对视的时候，心里猛然一跳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但又有些不确定。接着我说到了和穆千雪的种种。今天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日子，也是我正式项目教授求婚的日子。穆千雪嫁给我好吗？我拿着话筒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呼喊道。
顿时穆千雪愣在了原地，而台下无数人开始欢呼。接着我拿着钻戒单膝跪地望着穆千雪道：“亲爱的穆千雪教授，请问你愿意嫁给九牧先生吗？”穆千雪捂着嘴旋即重重的点头，我愿意。顿时引得台下无数人鼓掌欢呼。回去的路上，穆千雪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下决心要站在毕业典礼跟我求婚的？”我闻言哈哈一笑道：“还记得那天晚上吗？我说咱们两个要个孩子，你说要等到咱们两个结婚才行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谋划求婚。九牧。”穆千雪轻声呢喃了一声，我好奇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只见穆千雪俏脸一红道：“咱们什么时候去领证？”我微微一笑道：“明天怎么样？”穆千雪顿时笑得眼角都弯了一个劲点头。时光一晃而逝，对于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我来说，心情十分复杂，紧张交际之余多了几分激动。穆千雪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九哥。人生的舞台总会落幕，而我们的爱情永不凋零。谢谢宝子们的支持。